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我们今天的讲课先开始。那 Kate 麻烦你了，谢谢。好哦，谢谢老师。今天是2023年12月29号，美西周五时间是下午4点钟，台湾是周六12月30号早上8点钟。那我们坚持每年发布一部新的价值遗愿投资讲座的影片，让新进来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搭上富有的列车。那很开心呢，今天我可以来帮老师开场。那很荣幸可以跟老师一起为大家服务。我真的很开心。那我今天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故事，我是怎么样认识老师，然后怎么样踏上这个长期投资的道路。那希望我的小故事呢，能够对所有的听众朋友有启发，然后是从不同的观点切入。那时间是从2017年开始，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其实我一直在找一个方法，是可以让我可以就是不要一直工作就有钱的被动收入的方式。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其实台湾还没有这么风行被动投资或者是什么存股，然后我就是靠着自己的经验值，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证券市场上班已经20年了。然后我就想要找一个方法，可以让自己可以轻松一点，然后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辛苦？然后我就自己开始研究，然后自己的经验值去看。我最后决定就是我想要开始定额买入台湾50的时候，我的读书会同学，那他刚好是老师的妹妹，他就跟我说，他的哥哥要回来台湾开课，那他很少回来台湾。然后也很少开课，问我有没有兴趣。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是心里是不是很喜欢，因为其实我们在证券市场很久的人，听到什么老师都其实我们会知道就是敛财的老师，根本就是我不会有兴趣。但是他又补了一句说，我哥哥42岁就退休了，然后我就很感兴趣，所以我就去参与了这堂课程。然后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他说的东西其实都有点到，因为我之前就已经做了功课，就是我想要长期投资的方式，老师讲的跟我学的，就是我自己自学的都有印证到跟谋合到，只是说老师讲的是美股市场，是完全不熟悉的市场，所以我真的很理解老师在讲的东西是什么。老师讲的课程里面完全就是每一句都很精要、很重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老师下完课以后，其实我就是有了老师的 email 跟老师的 line， 然后我们就等于是我当他的学生，我就是只能用 email 问他问题，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就是随时随地感觉老师一直在身边一样，每个礼拜老师都在 Clubhouse， 然后大家也可以留言问他问题。我觉得现在的资讯取得跟当时候我要问老师问题方便多了。然后那时候其实老师刚刚自己有说，他5年前跟5年后的现在，他其实他也觉得他自己成长很多，是因为我要说一下，老师之前真的很凶，非常非常的凶。我每次要问他问题的时候，我都要先想好这个问题要怎么问，不会被骂。但是其实老师也很好，我觉得他真的很用心在教我，因为其实我对美股不懂，所以即使我有想过我的长期投资之道，我还是没有办法很快的执行，是因为我前面没有老师，直到我遇到老师，然后我才敢，就像老师这几年教我的，我一开始就是投资的钱也不太多，然后到最后我可以把房贷借出来，然后最后我再借出我的信贷，然后就是压 QQQ， 然后现在是00662。那我觉得这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学习的课题，然后自己的疑惑，但是我也觉得说，其实大家在问问题之前，真的要好好想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再来问老师。我觉得是对老师的尊重，因为我觉得老师他不会藏私，然后我觉得他对我真的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很近，但是他就是手把手的，就是我问他什么，他一定会回答我，然后他会让我知道说，而且用很简单的方法让我明白说真实的道理是什么。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老师，让我可以这么快的，就是
这5年就完全翻转了我自己的对财富的想法，对，然后由衷的感谢，然后也很希望就是不管是新进的朋友或者是旧朋友，都可以继续传达老师的这个理念，然后让我们大家就是更富有，然后这富有不是只有金钱上的，我觉得连心灵上都很富有这样子。以上，那好，我是老师的头号粉丝，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越来越好这样子。谢谢老师，然后接下来我们请老师开始今天的课程。谢谢 Cat 哈，Cat 是一个没有被我骂走的学生了哈。对，我有时候会，那是用很凶，因为我觉得你值得我来对你凶了哈。你如果没有被我骂走，那你才会成了哈。这个是我要看一个人的定力跟那个。那 Cat 是我见过为求成功不择不择手段，就是一定要成功哦，这个才会成功。人就是要这样子 ，OK。呀，谢谢 Cat 哈，一路走来 Cat 也是帮我很多了哈，很多我们大家都互相学习。那谢谢 Steven、Jimmy 哈，你们上来就是你们对我的投资也是有了解。那下面还是很多朋友我有看到了，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就上来，那有想开口就可以开口。那我开始我今天的课程哈。这个价值1亿元的投资人生讲座哦，这个1亿元，很多人都认为高不可攀了哦，还有人说这是刷眼球的哦。后来我这一个礼拜想回来，就是说，我觉得1亿太少了，太少了。这个为什么我前2天开了一个节目啊，就是财富知多少？那你们没有看的就去看那个我们编号00450的哈，就是前2天开的。本来那个内容是要在今天一起来讲，可是那个内容实在虽然没有几句话，可是要花的时间是非常的长哈。一个简单的道理要去解释它哈，不容易，道可道，非常道。所以你们今天能够来听这个，尤其是新生或者是从来没听过的，我们这堂课真的是为第一次接触我们的人而开的了哈。对于已经认识我们投资哲学的朋友这个都是复习而已，复习而已。那看看是不是你有跟上，有跟上。那留言有讲义哈，大家可以先下载讲义，那对着讲义走，因为有一些图了哈，有一些图。好，我们第2页哈，一样免责声明了，我想这个大家重复很多了，这次投资有风险了，大家要需谨慎。市场会下跌70%的哈，所以你先模拟一下，你在市场的部位，如果明天跌掉70%，你会怎么样？那未来市场关了3年，你会怎么样？这些模拟你市场关了3年，你也没关系的，因为你如果还在上班的那你已经退休的，你有没有留好3年的紧急备用金？这个都是要先思考，在投资之前，就是要先把，好像我们去登山，你要先预估，如果暴风雪怎么办？如果你被暴风雪困住了，你的衣服跟粮食有没有办法撑到人家来救你？这个都是所以我们在投资也一样，市场变化多端了，所以你如果没有先预设立场，说市场可能关3年的话，那你就太大意了，太大意了。所以一定要知道，市场会关掉3年的虽然过去没有发生过，可是你要知道，不是说关3年，是市场连跌3年，你不能卖你不能卖你不能卖股票来吃饭嘛。如果你没有质押的人，你就不能卖股票来吃饭，那你怎么办？这个就要注意。所以这个大家事先风险先控制好了，我们才有继续的内容。
不然没有控制风险，那所有的投资都是白搭的了哈。好，我们往下一页。我们总不希望我们一生是浑浑噩噩的过的一生也不希望我们到了老了之后就都是自在后悔。我们希望我们的一生过去没有遗憾，现在非常的快乐，未来充满着希望，这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非常的棒。这个才是像吉米曾经问过我一句话，就是说你有烦恼吗？我想了一下说，真的我都没有烦恼，为什么没有烦恼？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说因为你一切事情都想得很透。我不是说我一定是最透的人，可是能够担心的，能够解决的，我就去解决它；不能担心的，担心不来的，我就放下它，就这样子，没有，所以就没有一个东西背在我身上。那钱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不透明的事情，没有人教的我们从小到大什么都有人教，就是钱这件事情没有人教，这是蛮特别、蛮奇怪的。那昨天我回了一个留言我说这个是一个社会资本家跟金融业故意造成的。我讲故意造成的是他们的潜意识里面造成的。学校是德国那时候工业革命之后需要很多劳工，所以他们在训练劳工。你要知道在英国那个时候，在那个劳工是非常低等的次等公民他们有一本书，我都忘了那书名了，就是如何驯化劳工，是应该把他们全部关在一个工厂里面呢，会有比较有效率，不要让他们回家呢，还是要怎么样？你看，都想到这种地步。你看资本家，那后来当然就金融业，所以我们是在被一个圈养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为什么说，当你有这个觉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其实我们是被圈养的。所以我要跟大家唤醒大家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富有是天赋。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教我们富有是天赋，就是教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好好念书，要念完大学可以找个好工作就好像古时候就是佃农你要天还没亮4、5点就爸爸把你叫起来，就跟着我去耕田，两脚踏在冰冷的这个稻田里面。你不好好学耕种，以后没有地主要给你田耕。那现在的社会还是一样，好好念书，念完大学，好好工作，找个好公司。我常常讲，来美国留学的，一样是劳工没有差别。几千年前的人的劳工跟现在的劳工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人唤醒大家的自觉，就是富有是天赋这个自觉，没有人教。到现在很多理财书籍只有教你们怎么赌博，也没有人教你富有是天赋。你去看那些书这样种这样弄那样弄，也没有一个书保证说会赚钱了，没有人敢说一定会赚钱，没有。那我们敢富有是天赋，你只要觉醒了就有了，就有了，这自然就有天赋嘛，就自然就有，每个人都有的。你如果去拒绝他，你就不是这样子，好像以前说女人没有投票权，后来为什么觉醒了？女人觉醒了就有投票权了，因为以前被灌输的
女人不可以投票，现在说女人可以投票，现在什么？你说女人不能投票才是奇怪。所以以前说富有是天赋是奇怪，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有钱是正常的。你落入贫穷不是你的错，是整个社会资本主义圈养的结果。他希望你穷啊，你穷才能工作啊，你不穷，我们工厂找谁来做劳工啊？对不对？所以要知道这个，那这个阶级有很多啦，国与国之间的阶级，国家里面的阶级，工厂里面、公司里面的阶级，都是阶级。所以你说人生而平等吗？没有。可是你如果知道富有是天赋，那就平等了。懂了，就是这样。所以要知道有这个权利，没有知道这个权利的根本不懂得争取啊。对，你人人平等，这个也要争取啊，对不对？被告知，先被告知，人人平等是要先被告知，之后才要争取。你如果不被告知，你就以为就是我好像就是低人一等了，这好像是正常啊，我出生就低人一等了。这个要被告知，所以天赋是要被告知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你有钱的权利，你没有钱不是你的错，是社会造成你的阶级的不公。所以你有权利富有，天赋是要被告知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富有是天赋。你们今天来上这个课，尤其新生来上课，你们很幸运，因为你被告知了。那告知之后你就富有了。这个频道就是要让所有人有钱啊。我们是要消除贫穷的，我们要消除阶级的。我们不是说只教你如何什么技巧赚钱，赚钱不需要技巧的，因为是天赋啊。你人人平等，这要什么技巧？有什么技巧？没有啊，天赋这种东西不需要技巧的。不需要技巧的。所以你只要觉知就好。那你有钱了，很多人，我以前刚开始上课教大家有钱，我说教你们有钱比较容易，要让你们快乐比较难。现在我还讲一个，要让你们懂得花钱更难。这个有步骤的，所以以前我就不教我曾经有一堂课专门教快乐，可是好像大家兴趣缺了。现在大家都有钱了，跟我比较久都开始有钱，开始就寻求快乐、人生的意义这些问题。当然就是层次的不同。所以快乐是人权。我们活在世上，无论是你为了己、为己为人，都要感觉到快乐，都要感到快乐。其实你利他，其实也是利己啊。我认为你先利己之后，你就利他。你利己之后，你就利他。这个是你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要讲下去展开又要讲一堂课了。所以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你看我们从小到大了，当然立志当医生啦，像 Steven 这样，立志当医生啦，或者是立志当总统啊，立志当什么？我以前也立志当医生啊，可是我想，我如果考不上医学院，我可能就要去当兵了，所以我就说我先去先搞个大学进来再说吧。之后我跟我爸说，我第2年再考医学院，结果考上大学就没有再考第2次了。所以你的从小到大，你的志向是什么？志向是什么？我们这个人都已经忘记我们当初想要做什么。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现在人生目标是什么？我跟他讲，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你拿钱要做什么？你如果没有一个目标，那你钱干嘛？给你钱干嘛？所以你都不知道你的目标，人生的目标是什么？那你有钱做什么？你总要想一个，我的目标是什么啊？我要用钱来达成我的目标啊！你如果你的目标不需要钱，那先把目标讲清楚。那你就
你就不需要太多钱，没关系的。可是富有是天赋，那当你有$1亿的时候，你的人生目标会不会不一样？你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我跟你讲哦，我带我爸爸、我妈妈去做导管治疗，心导管治疗。那当然我们就跟医生讲说，没关系，只要需要自费的导管用最好的都。可是我要下电梯的时候，要回家，有一个阿伯打电话给儿子，哎呀，这个导管哦要几十万了，那个啊我卖走了，不要做了，不要做，没钱我们就不要做了。你看钱可以救命的，钱很重要的，钱很重要哈。所以这个小到你照顾家里，大到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的目标可能我就自己顾好好旅游就好了。那你这样子的需要的钱要多少？其实不多啦，就$100万够了。我们那天讲的财富的，就是那个财富知多少，这个那个就有讲了，你100万也够了啦，够你温饱没问题的。那可是，如果你突然有1亿，就是我教你的富有是天赋，结果我讲有一个，我最近不是在帮大家算那个 traditional 吗？我算一算，每个人都是2-3亿耶，好像很少低于1亿的。光 traditional II 部分 ，traditional 是那个部分，很少有低于1亿的。这个让我觉醒，就是说，财富知多少？大家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财富啊。那所以你的志向，我们的志向跟我们花钱的能力缺乏，完全缺乏。我们对于金钱的观念还在幼稚园时代，连我都是。过去这1-2个礼拜，我发现我对金钱的观念，还有运用金钱的概念，完全是幼稚园。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成长。我说，你有1亿元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好像没有人想过。如果有人的话，等下上来分享一下。所以我们课程就是要教大家有一个富有的人生，要快乐的人生。你要富有，还要懂得运用工具，让自己快乐，这是我们目的。这堂课的中心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一直有 slogan， 就是富有是天赋，快乐是人权。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好，我们往下一页走。所以我们是被圈养，我们是一个劳工。那其实劳工跟资本家有什么不一样？这就跟地主跟佃农有没有不同？佃农就是睡到地主就是睡到自然醒啊，就看看去收租啊，买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的回家给家人用啊，就是地主。你们看那个电视，地主出去收租，收完回来买了一堆东西，全家欢乐。佃农呢，天还没亮去看看，台语讲孙残水啊，这个去看看那个稻田有没有水。你如果是佃农的小孩，你就跟着去。现在一样跟着去上学，就是佃农。不是说上学不好，是上学的目的是什么？这很重要。有钱人、资本家跟小孩子讲，你就做你有兴趣的就好啦。我们家里是有钱的，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没钱的是你弹什么吉他，你吹什么乐器，这能吃饭吗？这是穷人的。佃农教小孩是这样教的。画画能当饭吃吗？对不对？所以资本家跟劳工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劳工早上要起床，困得要死，还得爬起来，这是劳工。资本家是天天星期天，这就是资本家。当然，很多人
就是我们亚洲对资本家就瞧不起啊，哦，这个不义之财，哦，好吃懒做，压榨劳工，那资本家就笑一笑而已啊，能怎么样？你们就继续做就好了。哦，那你自己选择，这是要你可以选择，人生是可以选择的。哦，我们不是说不工作，你看我2004年退休到现在，一直工作到现在，我没有停过 ，non stop， 我脑袋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在做，一直在做 ，non stop。早上起来就开始上班，回 email， 帮大家算 Excel， 录影片，我还是继续工作。可是我工作有拿到钱吗？1毛钱都没有，连 YouTube 我都没有开通营业模式，我还花钱要买个 GPT 啊，买个这个，买个那个，我很快乐，我钱花得很快乐。那工作是服务啊，不是为了钱。可是你若用你的劳力去赚钱，你赚不了多少钱啊。我跟你算一算就好了，你去工作，薪水多少，每年加薪多少，乘一乘几年，你就是这么多，不可能比这个多。那你还觉得你用你的劳力赚钱对吗？假设你都不投资的话，我算一算哦，不超过500万，你存不到500万，所以你还想买房子，那不用谈了。哦，所以房子是一个坑啊，因为你买了房子才会努力工作啊。你不买房子，你就不担心有没有工作，你就会呛资本家、呛老板了，他们不希望你这样子啊。哦，所以只有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要将你的钱拿去工作，钱要努力工作。我们人不需要太努力，我们是为了服务，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我们每天除了自己成长之外，你可以想想看，我有服务到谁吗？其实你如果去外面吃顿饭，其实你也是服务到那个店，那个店因为你今天吃了$200，所以你那个店的营业额多$200，服务员多了小费，你这个是服务啊，很棒啊，很棒。所以消费是一种道德，是一种付出。哦，不要不消费，要消费，要让自己快乐，要让家人快乐，要让公司那个店家快乐，要让店家的员工快乐，要花钱。你花得起的钱要花，不花是不道德的，不花是不道德的。哦，所以不要天天只想劳工。我们新兴国家亚洲人就是想说天天工作，天天工作，打三份工，这是思想是不对的啦。一直盖工厂，一直盖工厂，结果盖了工厂，资本家在后面。台积电到美国盖工厂，是台积电的吗？不是，是资本家的工厂，是资本家的台积电，是欧美的台积电，跟台湾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台湾人只是做劳工，做了念书念到博士，帮欧美人打工。虽然人在台湾，其实还是帮欧美打工。很多留学生千里迢迢来到美国，还是劳工。呀，我这方面讲太多了，大家可能不舒服，不讲了。好，苏有是天赋，所以资本主义给我们最佳的礼物。这堂课之后，你就懂得真正你会很有钱就对了。你这堂课讲完，你如果要觉得就知道自己会很有钱，天赋嘛，自己很有钱就会自己很有钱，自己很有钱，这很重要，自己很有钱。我从小
就认为我很有钱，我就认为我很有钱，我从小就认为我很有钱。虽然我连赚钱都还不会赚钱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很有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观念，可能小时候我们家做会头嘛，我爸爸都叫我去收会钱，7岁去收会钱，收回来我爸爸说这钱都不是我们的，那个让我蛮震撼的。为什么人家那么多钱我都没钱，我们家都没钱？我讲过，那时候在中华路新北平，人家在吃锅贴、喝豆浆、吃水饺，我都想那里面是谁啊？我们吃一餐，可能我爸爸1个月的薪水都吃完了，怎么会有人在里面？原来我们是劳工，人家是资本家，就是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立志就是，我一定会要有钱，我也会有钱的哦。所以你们也一样哦，会有钱的。你们很富有哦，非常富有，因为都是好几亿啊。我就来给我算的人，每个人都好几亿了，美金哦。所以我们最后要取得自己的自由，完成我们人生的使命。我们不是来浑浑噩噩的就这样来了走了，不是，我们也不是来吃苦的，我们来享受的，我们来快乐的。钱只是让我们完成我们使命的工具。成功的资本家不缺钱，我们不应该为钱所困，因为钱是工具啊，你怎么会被受困于工具？不对啊，天生就要有工具啊，这本来就是啊。你来到这个地球上，你来到这人生就是要给你工具，这是天赋 ，OK， 这是天赋。所以正确的理财啊，为什么说天赋那怎么不从天上掉下来？我还要学或者是理解这，因为你要被告知啊，权利也是要被告知的啊，所以你要被告知你是可以有钱，你可以有钱，你有权利有钱，而你可以过幸福、快乐、富足的生活。重点是你要被告知哪个方向才是对的。这个社会上还有金融业就是一个坑，它就 set up 你走错路，让你们都是劳工，永远走不出来，好像老鼠笼，永远当老鼠，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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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需要你跑啊，那你还中计，还真的努力在跑。所以你只要方向对了，成功是早晚的事；方向错了，你再努力也没用哦。所以假设你要做劳工，那你就是朝9晚5，吃不好，睡不好，没钱花，缴最多税的就是劳工了，还缴贷款，那你都已经累成这样子，你家里的人会幸福吗？天天出去打拼，你很累，在家没几个小时，也没跟子女好好相处，这个人生对吗？所以我们要让钱努力工作，我们自己要好好休息，才是富有的资本家，你才能过快乐的工作，幸福的生活嘛，对不对？所以不要为钱所困。我这堂课就是要教大家不要为钱所困，而且要懂得花钱买回快乐跟自由的人生啊，这个是这堂课最重要的目的。好，我们往下一页劳工的老鼠笼就是一开始当然我们不是富二代，我们就得卖命工作，我们帮老板赚钱，当然大部分钱都被老板赚走。老板是谁？就是资本家，就资本家。那我们用我们时间、用生命去换钱，之后赚钱给国家，你要缴税；赚钱给银行，你要缴贷款。刚刚 Billy 你上来，我没有让你讲话哈，你如果要发言或你再举手好不好因为我刚刚看你上来，我就一直讲，我讲到入神了，结果没有注意到你。如果要大家在上台，我就会帮你设成 moderator。那
你们就开口讲话哈，有打断我的这个说法，因为你就打断一下，你有什么想法或什么？因为大家还是要讨论嘛，因为我讲的都单向的，那我有没有讲错，我也不知道。那你们懂了不懂，我也不知道。所以如果不懂的来问，如果认为我有讲的不是很恰当，或者是讲的不是很那个，那可以补充。那大家会真的理解哦，真的，我们不介意花很长时间的。我们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理解到，才有用啊。不然我念完，或者是你们自己把讲义看一看就好了。所以我们一般的劳工，大部分所做的这个叫做这个产出的价值70%吧，我也不知道了哈，就是大部分都给了资本家，都给了国家，都给了银行，完全给自己的只是一点点，一点点。这只老鼠笼很努力的跑，只吃一口饭就继续跑你们因为不懂得为自己造条路，成为资本家，所以这个社会就一开始就叫大家买大房子、买大车子，享受贷款，享受贷款买车。贷款当然贷款买车贷款这个是很好，可是当你懂理财，很多人是不投资，借钱去消费，那你最后你就老鼠笼你就跑不完了哈。你最后就只能回来说，哎，老板，我现在结婚了，我生小孩了，我薪水要加薪了。那你永远就是老鼠笼跑不出来的劳工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现在大家很多工薪阶级，或者尤其是台湾低薪阶级，我听到就是一天打3份工的啦。那因为都不知道赚了钱，你好歹也拿个200块一个月，300块一个月来投资啊。300块，我做300块投资就等于有300万啊，你就帮自己留了300万的退休金啊。那你如果投资1000块台币就好了，1000块台币就好，你就帮自己留了1000万台币啊。那你就不会为钱所困啊。那1000万很快就会变1亿了。很多人搞不懂这个了，当然他叫你哪来，那我们就不用理他了不用理他，因为你不要浪费时间了因为他们都没上过课就当然他不懂因为不上课也不思考，当然就是不懂嘛，当然是不懂。那杰森你上来，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或者你觉得有什么？好的，老师，我这刚点那个，你就让我分享。好的，那我就分享一下吧。就是我首先非常感谢老师，认识老师已经2年多了，然后这2年一直受益老师，尤其在2022年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做了对我自己家庭比较大的一个布局吧。第一个就是卖了房子，然后 all in QQQ，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俩小孩申请了这边美国的私校，因为我觉得老师说了，既然我们的钱未来会花不完的，那么就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自己，什么才是一个值得的人生，也就是老师的第一页胶片我们终于在今年的3月8号，我们想明白了，就是我们要传递健康和自由，真正的把这个这2个很简单健康很重要，自由也很重要，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样很简单，但是真正把它做成一个战略去执行，去落到实处，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就像我们的这个投资一样，包括我们的这个健康也是，就是
大家都知道健康非常简单，但是真正能做到传递健康的生活方式，坚持我们长期的运动，坚持长期的均衡饮食，坚持每天睡好觉，这个其实要做起来其实也没那么容易，所以我就把这个作为我觉得是推广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做成一个，我觉得我后半辈子一个很值得做的事情，所以我也找到了这个我觉得是值得的人生。这两年吧，我自己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在老师的帮助下，所以我特别感恩老师，感恩在这里认识到大家。我就先分享这么多。好，谢谢哈，谢谢 Jason。有什么问题的或什么可以随时举手，那 Moderator 再帮我拉人上来哈。这个欧瓦苏达拉，你都没有在看我们的影片啊？你留言我就知道你没有在看我们的影片哈。你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肯定句，还是一个问句啊？这个好，致富的钥匙哈。所以你要致富，第一个你当然是要工作了，你又不是如果你是肯定句，那就对哦，可能不止1亿了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无限多的资产，而且我们花无限多的资产，就说我们的钱不是要留下来当遗产的啊，我们是要花掉的哈，要花掉。你人走了，钱还在银行，其实你的名下的银行那是悲哀的啦。那个你的能量怎么都没有给它花费出去？钱是一种能量嘛，那你竟然把你的能量，你这一辈子所辛辛苦苦累积的一个能量 energy， 竟然没有好好给它用出去，所以你的净资产如果太多，人走了净资产太多在你的名下，是不对的啦，是不好的啦，是不道德的啦。我是要跟补充一下，我就是那个这个翁瓦苏达拉这个的留言，我就回复一下。对，这是肯定句。那可是怎么执行？不是说我们要拥有1亿元了，我们是要活得长寿。大家知道150岁不是梦哦，大家要注意哦。所以以前的这个理财规划师跟你讲我们就是规划到85岁吧。那个都不合时宜了，然后我们以后活到几岁，我想 Steven 应该最清楚因为从这个抗生素发展到后来，现在癌症都已经是变成慢性病可以控制得到，这个我们血糖、血压、胆固醇都控制很好的时候，人的寿命大部分的人除非有意外，不然大部分人要活得很长寿。不是这么难不是这么，尤其医疗系统越来越发达的地区那活得长寿当然是很好活得健康当然很好可是你钱要够虽然我们说人走了，钱在银行是一个悲哀，可是人没走，钱没了是悲惨这两个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工作一开始当然我是说省钱以前我教都是省钱，可是年轻人一开始都要省钱省钱。可是最后不要把钱留下来，懂吗？你到了一个程度要懂得花钱怎么叫做你懂得花钱？你要知道你有多少钱，你才知道你可以花多少钱呢？那我们前几天的00450那个影片就是说，你的资产的眼光要很远，所以你看很远的时候，当你看60年后的你的资产的时候，你会有好几亿美金的时候，你怎么会用一个100万美金过一个100万美金的日子呢？这个是我00450那个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要懂得如何过一个值得的人生。我们很富有，为什么我们很富有？是因为我们懂，我们被告知，
所以你用很远的、很长远的眼光来看你的资产有多少，把它推回来。你现在过的是亿万人生啊，不是百万人生啊，不是几万人生啊，你是亿万人生，要过亿万人生的生活。那很多人说我就没那么多人，我现在一花不是破产了啊，那就又落入了这种，就是说那种 virtual 的感觉，实际的行动，这两个要懂，真的懂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所以努力省钱存钱，当然对年轻人一无所有刚起步的人是要这样做。投资金钱的能量让它继续，我们能量有两种，一种就是物质的能量，金钱是物质的能量，宇宙都是能量的表征了哈。那我们脑袋的思考是精神的能量，这两个要匹配。所以为什么很多得乐透的人最后都破产，都悲惨人生？因为什么？他们的精神能量不够。所以我们要增长我们的资本的物质能量。可是你的物质能量有了之后，你要多看书、多学习、多思考，把这些钱拿来转换成你的幸福人生，用钱去买时间，提高你的精神能量，家庭和谐，关系很好，那你的时间会比较多，你担心的事就没有了，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那你就会储存更多的物质能量，你就会赚更多钱，因为你不会因为你的资金不够而担心，你不会因为市场下跌而担心，懂吗？所以当你精神能量够的时候，你不会不为所动，不会被诈骗，市场下跌不担心，市场跌更多你越高兴，会买更多。这就有精神能量的人，没有精神能量的人就跟着市场起舞。所以我们人的精神能量跟物质能量要相匹配的。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就问你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假设你的人生目标都没有设定了，那你的物质不会来的，不会。你没有精神能量的时候，物质不会来的，不会。就给你很多钱，你也不会快乐。这讲实话，太多人有钱不快乐。所以一定要匹配，精神跟物质要互相匹配。用钱买时间，用钱买快乐，用钱买思考，用钱去买到你的智慧，用钱转化成智慧。那我们去市场，金融业是把我们关在牢笼里面，让我们为这个资本家打工。我们现在要懂，我们要利用金融业帮我们打工，而不是在缴贷款这种付出。他说你会不会录2024年的讲座？他说不会。Sorry。好，所以我想文嫣上次你问我要不要会不会上课，后来我就晚上睡觉突然做梦，就觉得我应该要上课，所以后来我就做了。前几天我有通知，突然就做了。因为很多人跟不上啊，所谓跟不上就是因为2年前的影片跟现在是有点脱节，也不是说完全脱节，可是我们的认知跟2年前不一样，跟去年也不一样，跟1个月前也不一样。我讲白一点，像 Jimmy 有进来听我00450就前几天的课，还有 Jennifer， 还有一些人，我那时候是非常激动啊。你们去看我那个影片，我非常激动，因为这个是我以前也没认知到的，没认知。那我一看到，我就觉得我应该，本来我是把那个东西写在我
今天要讲的，可是那个一展开就今天可能要讲8个小时。所以我就先拉出来先讲，因为那个对于新生就是刚听课的人讲那个太深了太深了，所以我先拉出去讲。所以你们听完这个课的时候，回去看我们00450的就前2天的影片前2天的影片。好，我们再往下一页你们会看到这个是我2020年所做的图啊我每年都会做一张这个图。那2014年做的时候，它年化报酬是 9.54， 从1941年开始。那2015年 9.51， 2016年 9.55， 2017年 9.55， 2018年 9.62。你们会看到2018年开始我们的指数是加速快速的往上。2018年2020年你看那个年化报酬变 10.17， 加速了。2021年的时候更加速，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那之后就因为你看就乖离率就乖离了，所以2022年就会下，那2023年就回到往下一页就是回到 8.22， 就今年因为2022年的下跌，把整个过去的整个年化报酬就从最高的10拉回 8.2， 8.2是偏低。所以你们看看那个前面的那个例子前面这个这个9.5左右是平均比较标准一点，那10是太高你看看这差0点几差0.5其实整个长河来说差0.5，这个快要80几年的话，0.5是差蛮多的所以我们现在掉到 8.24 是偏离了，比那个均值低了。好，再往下一页。那从50年呢，这个我后来去抓资料，好像抓不到412年的，我只能抓到50年到2022。为什么我用 SPY？ 因为 QQQ 就没那么长所以我在讲解这个长期投资的，我都用 SPY 的指数，不是 SPY 就是 SP500 的指数可是我们投资是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到2023年73年加上股息就 9.65 了9.65。这个2022年比较低吧，前面那张是这个是怎么会到2023年这是年初的时候2023年年初那个时候1亿元讲座就影片00398那个影片做的，2023年年初的时候 8.27 现在回到 9.65， 现在就正常了回到正常水准正常水准。好，我们往下一页这个现在是在第几页？在第10页了希望大家跟上。资本主义致富的钥匙资本主义致富的钥匙就是长期投资美国指数了。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我的认知就这样子，没有别的。当然有些人会买什么，有时候有的人说老师你怎么就是年纪大的是不是买0056？就是有一个学员的爸爸，他就是把500万的那个保险解约嘛。那为什么我会建议他买0056？那其实我们投资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跟什么年龄没关系，可是跟你的风险承受度有关那个爸爸就说，那投资什么本金不会亏你就知道他是第一个年纪大嘛，第二个他风险承受会比较低那00662波动可能会大一点，0056的波动就少一点所以我就说那你就买0056吧这个就是给他的建议。所以你如果正常的人就是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那每个人来问我问题的人，我看你的内容跟你问的方式，我可以感觉到你是什么样的风险承受度。假设我不知道的话，我就不太会给你特别不一样的建议。所以
怎么买？有钱就买啊，长期投资打死不卖，这是最简单的而且最好的方式，没有比这个更好。你可以说啊，有什么有什么，你可以争辩，没问题，这个永远争不完的，那就不用争辩。你若30年后我们再回来看，或者是过去你是已经在市场30年的，你来证明你什么方式比我好，你证明一下，过去30年，如果你才投资3-5年，那就是太年轻了啦，太年轻了，10年都太年轻了。所以我们跟地主一样是不卖地的，不卖地的，不卖地，不卖。美国指数基金纳斯达克100是不动产不卖，跟土地一样不卖。你要这样，那天我在想，就是说，古时候的人是比较富有，还是现在比较富有？古时候有地的人比较富有，他只要有做就有东西吃，还吃不完，永远全家。以前我阿公啊，我们是地主没错，可是我们好像地都被放领掉了，自己留一些。那我就听我那个外祖父讲，就是说就去找个地自己种啊，你就自己种嘛，那地很多，我们家地很多，你要的人就去种啊。以前就是这样就是说以前你只要就是那个地就是资本，地就是资本，不卖的。那产出就是什么？股息，产出就是股息。你如果在家里有自己种菜，你就自己种。我就发现大地之富饶啊，就是说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啊。那个你们如果去买那个在美国买那个种子啊，一包高丽菜一包，100多颗种子，100多颗种子啊，一个种子放到那个花盆里面就长出一颗高丽菜。哇塞！我说这几块钱而已就可以长100多颗的高丽菜。大自然是很富有的啦，给我们人类是非常富有的，不用担心的。那这个产出这么厉害，光这个农业这个东西就这么厉害，那工业这个资本，这个我们100家的公司，那产出更是厉害，更是厉害啊！了解这个道理了吗？所以对于这个资本资产，我说每个人都有上亿美金、上亿的资产。如果你们不了解，你还是回去看00450这个财富值多少这个影片。第一个你要懂，你要运用，你眼光够远，你的财富就有多高。你的眼光有多远，你的财富就有多高。你如果看不到，那你就不会有啊，因为你就不会往那个方向走去。所以我们要成功，第一个要先走对方向，走对方向之后就是时间会帮我们完成。你走错方向了，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很可惜啊，大部分的人都走错方向，尤其是理财这一点。为什么？除了你要走对方向，中间有很多妖魔鬼怪啊，你可能会被拉走啊。所以我们每个礼拜要在这里啊，不然你永远就会，你要去取经，可能到不了所以虽然方向很明确，道路却很坎坷了老师说的对。OK， 我怎么没看到谁开麦克风？我说的，我是文倩。我新来的。你是新来的。老师说的对。文倩你好。现在终于看到你。好呀。你还有要说的吗？还是没有？没有。好，那等你就听再往下就是第11页第11页。第11页你看200年，
200年股票的成长率成长多少？你们看看那个数字，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那是多少？你们数数看，那是多少？那是2774万倍，2774万倍，2774万倍，2774万倍啊！那天我不是在00450讲说，你现在有100万，你以后你会有200万亿嘛？200万亿，200万亿美金，现在美国的市值才70万亿而已。那你有200万亿，你差不多得有3个美国市值的资产。你现在100万，相当于200万亿。不认同或不太懂的，你去看00450的影片。那有一个人留言，当然他是蛮不错的，他就在思考，他就说：“那老师，那你100万就等于3个美国市值了，那其他人的100万跑去哪里了？”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啊？如果你的100万都变成3个美国的市值了，那其他人人家有美国股票100万的跑去哪里了？这么多有人100万美金的股票的人跑去哪里了？我跟你讲，200年后，美国的总市值会是我忘了1.4万亿是1.4万亿的万亿美金啊，1.4万亿美金啊，2个万亿啊，哈，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你从这里算就知道啦。我讲白一点，200年前的明朝，我们现在资产有没有100万倍于200万倍于以前明朝的资产价值？当然有啊。以前的皇帝要洗个澡，还得人家去打水烧水，还不能马上有热水洗。你现在一开就有了，难道这没有价值吗？所以人类的科技是有价值的。为什么未来的美国股票市场的市值是1.4万亿？是这样来的。那假设1.4万亿啊，你没有分一杯羹，那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就很清楚了嘛。所以股票2774万倍，年化报酬200年就是 8.94， 你看标准 8.94。因为以前成长比较慢，现在成长稍微快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 9.5 啊。去买债券的人就是 5.3 了，你只有成长多少34000倍，那就是跟2700万倍那差太多了吧？34000跟2700万倍，那个一个天一个地了。那你买国库券、买黄金的人就跑到地狱去了啊！地狱下面还有18层啊，所以你要知道阶级就是这样分出来的。所以大家理解这个精神哦。我们不是巴菲特了，我们也不学巴菲特。巴菲特是价值投资者，我们不是价值投资者，因为我们不会计算价值，所以我们跟巴菲特完全不一样哈。巴菲特是操作的，没错哈，巴菲特是操作，所以我们不是巴菲特哈，大家搞清楚。很多人都说啊，你不要一直讲我们我等一下，好像我那个 presentation 后面有会解释哈，所以那个翁华书当然没错哈，谢谢你的留言。我们等一下再把这个讲清楚哈，因为大家搞不清楚，我们以为我们都是跟巴菲特一样，不是，我们是受到巴菲特的启发，我们走我们的路，因为我们这条路跟巴菲特不一样。
不过可能不一样哦。可是我们受巴菲特的启发哦，这个要搞清楚哈，不要搞清楚啊，不然人家来下定决说啊，巴菲特有卖，你们为什么不卖？你们还说你们是巴菲特，没有啊，我们不是巴菲特的，我们跟巴菲特的都完全不一样。巴菲特是价值投资者，价值投资者会因为这个股票股价低于价值而买进，而商业模式改变了，他会卖出。比如说中国石油，改变了卖出啊，比如说那个航空股啊，整个状况改变了，它卖出。可是我们买的不是个股，也不是产业，我们买的是一个人类跟美国。所以我们没有所谓，我们不会有价值的判断，所以我们就是长值，没有了，没有了。投资 QQQ 的都是合格的股市打工人，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是资本家，我们也不打工啊，我们买了就不管了，所以我们应该不是打工人吧？股市打工人，股市打工人是操作的才是打工，每天要上班的。你看那个 Crown House 早上就开房，6点就开房，一直开到4点啊，就开到这个美东收盘。这个就是股市打工人，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其实我要的不是上课，我根本不理会股市的。因为那个都摆在不动产，我理会它干嘛？我就借钱过日子而已啊！所以股市打工人是那些操作者但当然巴菲特也是股市打工人啊。我也这么说，他不是资本家，他是股市打工人。因为他赚的比指数还多，他天天要去，那他很高兴做这个事。我不高兴，我不操作，操作让我不快乐，所以我不会做这个事。我也不想研究。我也不想研究财报，因为研究也没用。巴菲特研究有用，我研究没有用，因为我没有附加价值啊，我没有附加价值。可是巴菲特有附加价值。那你们对于你的知识有没有附加价值，是你要自己判断。那我在教的就是完全没有，对你都不用管任何事情的，你不需要在投资里面有任何附加价值，你就当乖乖的资本家就好了。不用当劳工，你不要当股市劳工。很多人当股市劳工是讲白一点，那个比真正去上班的收入还低啊！讲白一点。好，大部分都亏钱了哈。好，那我们到第12页哈，到第12页。所以这个第12页跟第13页两个不太一样，大家先把年份搞清楚哈。第12页它是从1802年，等于就是说很早200年前到2012年，从 cover 到200年。那它经历过1929年那个大崩盘你看美国资本主义1802年就有了呢。我记得台湾的股市我差不多初中吧才开始有至少才开始大家认知。结果人家1802年就有了。你知道我去那个旧金山那个 Deep Cliff 那个 coffee 那个 restaurant， 他挂了一些照片，忘记了1959年还1950年，他那边是一个 beach， 它有室内游泳池，温水，哇，让我很震撼的。1950年美国就是这么发达。我们去看1950年或清朝那个照片，那个影片，每个人都乞丐。从现在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乞丐。可是美国不是穿泳装游泳，喝香槟，吃蛋糕。这个对啊 Jimmy 讲的对，22个零了，我记得是22个零，22个零，1.4乘22个零。那所以你看他1802年就有了，所以我们要追赶很难很难，我们不要落后就好，跟上。我今天想了一件事情，台湾的
财政支出，每年的财政支出3.6兆，3.6兆，3.6兆是多大？3.6兆是1000亿美金啊，1000亿美金，100 million， 不要，1000亿，10亿100亿呀，1000亿美金，100 million， 3兆台币，这是台湾的每年的财政支出。你要知道，台湾30年都不支出，完全都不支出，30年每年所省下的钱才能买到一个苹果，而且苹果还不要成长的今天的市值状况之下，台湾攒钱赚30年来买现在的苹果，那30年后当然苹果的市值就不是这样，苹果市值3个 T， 台湾要用30年的财政支出才能到三个 T， 我们有多穷啊！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要迎头赶上，我们是拉在车尾，不要掉下去而已啊！大家不要太，所以我们真的只是掉在资本主义的车尾，不要摔下去而已。所以我们虽然说以亿来计，那你要知道多少人是掉在地上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表，回来看这个表。所以第12页，大家知道这个时序，它因为包括的比较多，所以你会发现，你投资股票要20年以上，20年以上，20年以上才不会亏损。那个红点20年那个还是在上面，可是20年你认取20年那个。公债跟国库券，你投资20年都还在亏损，没有跑，所以长期来说，公债跟国库券风险比股票还高。你超过20年，你就不会有亏损股票的。可是超过20年都还，甚至30年，公债跟国库券都还有亏损的，那你就知道哪一个比较安全。所以不要听那些理财专员讲。或者是财经专家在讲，这个风险承受度低的买公债，因为我们把投资当作不动产，所以一定要用长远眼光。大家都会拉回去啊，明年跌了，后年跌了，就2022年跌了，不要跟这种人讲话，因为请他来看影片啊，不然就不要讲话，你对不上啊，对不上啊，对不起，对不上。那你花那个 energy 去跟他对有什么用？因为那种人你也教不会，那个顽石也不会变成孙悟空所以这个还是要有缘的，还是要有缘人好，我们往下一页，这个图就是要跟你讲，20年以上你就不会亏损了，所以不要担心投股票震荡，你又不卖那个来花。我们不要卖股票，又不卖资产，所以不要担心。假设你要卖股票生活，代表你资金不够，不然你上班的人怎么会去卖股票过日子？那你退休的资金够也不用啊，都质押就好了。所以新来的朋友不懂质押的，就要去看我们过去的影片，慢慢学，不急。那往下一页。这个就时间不一样，这个时间是1950年，所以它1929年、1930年那部分去除掉了，所以它10年就赚钱了，10年就不会亏损了，至少有 1.24%， 那最高可以到 19.35% 的回报，看你取哪个10年啊。假如是你取那个2009年到这个2021年这个在这段黄金时期，那将近就有20几%嘛。1980年到2000年高点那个有27%，所以年化报酬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说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资讯，就是说
通常触底SPY 触底开始反弹第一年上涨是平均46%，平均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一定要留在市场？你不要这个2022年杀低，那2023年上涨没赚到，你这2年都完全该在市场不在市场，你就很难了，你就掉到火车轨下去了掉火车轨下去了。所以我们今年 SPY 虽然创新高 ，QQQ 创新高，我们才涨53%，可是那个平均是说 SPY， 那个应该是说那个 SP500 指数。SP500 指数今年才涨24%，所以其实今年反弹虽然大家感觉很多，其实还远低于标准的一半而已一半。你去看2029年那一整年涨多少从底部上去一年涨多少 ？OK， 所以离开市场是风险很高的啦。我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离开市场风险很高？还有就有钱就买，有钱不买。我曾经碰过连续3到4个月没有一天比前一天低的，没有，连续3、4个月。这个你要在市场够久，不只要够久，你还自己有思考过，而且记在脑里有这件事你才有办法应对而不是凭感觉讲话。你们很少看我凭感觉讲话，我一定会找数据来验证。如果没有办法验证，没有讲话没有逻辑，不用跟他讲，我讲话是可以被证伪的我都有数据你连数据都不相信，很多人说老师你算的数据都对了那有什么好争的？那你就是没逻辑你不follow逻辑你怎么办呢？就没办法沟通了，对不对？没办法沟通你要用算命先生的算命的语句来讲话，那讲不完，那不要讲。就好像你讲政治、讲宗教、讲谁好、讲谁没有结果啦，没有结论啦，只是各自表述而已，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我们投资到25年的时候，你就回到标准差了就是 7.94 加上 2% 就是 9.94， 最少那拉长的话就是这样。现在第15页就是 page 15对page 图15啦，图15 page 13了图15 page 13对。好那这个讲完了，往下一页这个是 SP500 对这个是 SP500 这个是 SP500 指数啦，因为只有这个指数才有这么久的时间了。我不知道可能1950年 SP500， 刚刚那个1802年那个可能是有刀炯，就是 market overall total market。好，我们往下一页到这里大家新朋友不要一股脑就赶快市场就赶快买进去对，大家心里先就有建设，就是说市场不是天天涨，市场会有跌的会跌的。那市场如果跌掉 70%， 你明天生活有没有问题？这个要想清楚不是蒙着头进去做碰到老虎了。怎么说？老师怎么会有老虎？当然有对。可是你要知道如何应对市场下跌。你如果不会应对市场下跌，请你不要进市场，这个要注意这里就含了上班的你留半年的紧急备用金，因为你总是有临时需要钱的时候如果又临时失业，你没有紧急备用金，你会紧张。那市场又刚好下跌，那你就会乱了所以我们那个00450的时候跟小蔡有讲，我说投资不是说老师不要考虑心态问题的时候，没有
投资先考虑心态问题，什么都不重要，心态最重要。你心态都不对的时候，什么策略再厉害都没有。好像就是说，你会害怕战争，害怕炮声，我给你再精良的武器，你也没办法作战了，你光躲都来不及了，你哪有办法用武器？不会。所以记得市场是会下跌的哈，你一定要留紧急备用金啊，备用金。已经退休的，我们建议是预留3年的生活费了，其余可以投资的才来投资那你投资的钱买的是打算都不卖的打算都不卖的。那打算都不卖的情况之下，多少钱可以投资这个你要记住这句话你说我很担心，那100万美金或100，你投资1万吧，1万跌掉70%，跌掉7000块，你会不会担心？如果不会，那就可以投资1万了。那你如果投资50万，100万你投资50万，那如果50万跌掉30%，那你剩15万，你会不会担心？要先想这个，会那你就不要投那么多。如果连1万块，100万有1万块跌掉7000块，你都会担心就乖乖的不要投资，就去放定存就好了，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投资。我们教投资是教投资，可是做不来，就不要做了就这样子。我们没有说一定你要这样子。Lenny， 你可能是新来的朋友我们因为直借只能用20%很多人challenge不懂得直借一点你就被都没有听。我们最多100万，假如说你是直借，你最多只能用20万最多，不能超过，超过你就会破产，有破产的风险大家听清楚。所以很难跟外面的人讲，因为他们抓一句话就讲因为你要把全部的这个那个。那我们500多部的影片就全部讲完，他才懂对不对？所以就不要花时间了。那他都不学习，你为什么要教他？所以 Lenny 就是你是新来的，我们100万只能借20万，市场跌70%，你还有30万除以2，你还有150% 的维持率，没事没事。不能融资我们只建议直借，不能融资。所以你有退休的，你就留3年的紧急备用金就好了。会担心市场下跌，那就请你离开市场。我想我们这个课就跟你真的是没关系了你要么就浅尝即止，慢慢学，亏得起的钱再投资不是一股脑就去借钱就马上不需要。投资长长久久，30-40年，一辈子世世代代的事，不用急于明天，也不用急于2023年，也不用急于2024年，不急，慢慢学。我们500多部影片看完再投也可以。我跟他讲这个就是很多人很认真，一接触到我们一眼投资讲说，他说老师我已经把500多部影片看2遍。Very surprised， 他说他除了上班以外，几乎做饭、上公车、上车，在车上哪里，他的那个特斯拉的萤幕就是 CLEC 投资频道，就是有这么认真的。可是也有完全不学的，那就没办法。老师，我想要 echo 一下这个事情。就是之前有一个朋友。假设他是乙好了，甲就介绍乙来跟我问投资的事嘛。然后因为那阵子其实年底有点忙，然后所以我也是没有办法跟他敲到一个时间可以教他。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他只是刚好有一笔钱，然后他想要投资台湾的什么00929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你投资不要急，不要照进，然后你先听完整个再说。可是他其实就已经等不及，就自己就布拉布拉的进场了。然后我的想法是说。很多年轻人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了解全貌，可是他又很急躁，我觉得这样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就是说
不是说老师跟他讲的 QQQ 或者是讲的00662，就是再好的工具给他，可是他不了解全貌的情况下，其实他也不见得抱得久，然后可以像我们这样子从头抱到尾，他可能赚的报酬率也不会太高。我是真的觉得是自己很用心的去学习，然后知道这个真理以后，你才能够得到很满足的财富。对，以上谢谢。对，要再好的工具或再好的知识，如果不是自己去理解的话，可能都是垃圾，而且会有风险。再好的工具你不会用，你就会打伤自己所以我们还是觉得不一定要急不急懂了再用就会用得很舒服。那个 ADO 9487有上来吗？我是没看到人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举手，我们点你，你上不来就出去再回来看看再举手。好所以一定要理解那你市场下跌3年，你看2000年一直下跌到2003年，总共3年，你能不能这下跌3年你都无动于衷？而且你如果还在上班，可以有钱就去买下去。如果你没有钱的，像我们都不会有钱的，不会有多余的资金进来的资金当然这个如果有了领社保金的就可以把社保金再买进去越早领越好买进去借钱过日子，那就一直买什么时候买？有钱就买了这是最佳状况，不用伤脑筋，都不用伤脑筋对，如果都不愿意看影片的你丢那个就是说1亿元讲座看一看，如果不看的你就不用没办法教了，没办法教。不是说你就买个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它就成功，不是的，不是说叫他买了他就成功，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CAD 都已经至少5年以上了，对不对？那5年也是最基本的。我把30-40年的功夫浓缩起来，灌顶下去也要5年所以你如果其他的人没上过课就想投资成功，难了。老师，我觉得真的很难是，我觉得我可以5年学到你一点点，是因为我还有前面20年被市场教训的时间，所以我的5年还算是一点点而已。对你因为 CAD 都是在业内人士他就是已经就是在金融业混了20年了，这5年对他来讲是还完成得了。那你连幼稚园都没上的人，就想要5年就博士毕业，怎么可能？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急不是说不可能就做不到，不要急那你如果很认真把影片看完，就可以加速。那个翁什么的他讲6.6是实质回报率啦他不是那个他是有扣掉通膨的啦6.6是扣掉通膨的在留言区那个 T 在问所以不要急要把影片看完那你如果没办法接受亏损的那就不要投资，没关系的人生也就这样子舒服就好，不一定要投资。所以我还是告大家，不是黄 Emily 今天是特别，我们今天是特别不会。今天我们是要上课所以我们不是像礼拜6早上说提问问题的不是，我们要这个是上课这上课专题一般我开专题都是会在差不多美西时间2点到4点开放。第一个考量就是是不是跟美国人有关，跟美国有关的我就是礼拜2开放了。那如果台湾、美国都有，全球比较有关的，我就会4点开放4点开放。
我如果太晚我晚上会睡不着觉，因为讲话讲太多，到最后8点，我通常以前我上班的时间，我跟我秘书讲4点以后不能排会，4点以后不能排会，因为我5点就要下班了。晚上也不 come call， 因为我 come call 的话就让我睡觉不好，睡眠品质不好，所以我都是先想到我自己。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虽然我们是要为别人服务，可是这是对你有好处，或是你做这个事要快乐，你才说啊，我助人为快乐之本。其实不是啦，利己为快乐之本啊，利己为快乐之本。我也是亚当·史密斯的那个，就是说你要利己，不要口口声声说助人为快乐之本 ，no。所以这个又牵涉到很多人际关系跟很多夫妻关系，我都是为了你 ，no。你若讲这个话，那代表你又不懂。什么叫做你都为了我？你如果为了我是心甘情愿，就不要讲这句话。你都不是心甘情愿，那你就不要做。我们做任何事都是要心甘情愿。那什么叫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就是为了自己，才叫心甘情愿。你爱我，所以你愿意做，那也是为了你啊，而不是为了我。你爱我是你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我爱你是我的决定，所以我愿意付出，是为我自己付出。所以很多人就是夫妻关系或者是子女关系或什么都搞不清楚。要不是我，你能念大学吗？我跟你讲，不要对小孩讲这种话，不要。那小孩子有一辈子都还你的，你债都还完了，你讲这句话就是还完了。我想吉米对这个很理解，这个老子讲过，你一鞠躬没有了，不可以了，没了，没了。我们扯远了哈，好。对啊 ，Bill 也是过来人，我就不喜欢晚上开会，开完会我晚上就得我不行，所以我禁止做这个事。好，就是你要学会了才要进场啊，你会亏损的，担心亏损的不要入场你就不要投资，你的钱乖乖放定存就好，不然你不懂就进场会破产的而不是富有，因为你心态美好就不会富有我们往下走，现在到第15页第15页，谁不可以投资？就无法承受市场下跌的人不可以投资。那请你就离开市场，等你学会了再进来都可以，不急不急。你今天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课的朋友，不急啦把我们今天的课上完，多看几遍把我们过去的影片，2023年的影片至少看完你如果愿意，2022年我们是如何过来的，也可以学一下。2022年、2023年都看完了，你可能就具备了投资的资格入门票了。怎么说？入门票。所以短期资金要用的不可以投资。有些人资金不多，可是他说我要准备小孩子20万念大学的，能不能投资？当然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啊。指数基金相对其他投资已经很安全了，但是它也会跌70% 所以如果连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比如说去年跌40% 都没办法承受的，不要说有的人跌2% 就已经来问了，老师怎么会跌？当然会跌啊，对不对不跌才怪所以你如果没办法承受风险，不了解市场会跌你也不知道你承受多少风险，请你就先不要投资，慢慢来钱你就放定存，等到你觉得学会了，再慢慢开始，都来得及，因为市场永远在，市场永远在如果因为你不懂，你投资你不懂的东西，就是你会被诈骗。你不懂来投资纳斯达克100，你就被市场诈骗了。因为你不懂你玩进来投资，你搞不清楚这个 game 是怎么玩的。
为什么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会涨啊？你都不懂啊？你也过去100年的图也不看，为什么股票会涨2700万倍啊？国库券只涨34000倍啊！你这个都不懂的话，那你怎么投资？不能投资啊，因为你都不知道为何而涨啊，怎么投？不能投啊，不能投啊！你不懂的，你去把钱放进去啊，你就是被诈骗了。虽然这个市场是公平、公正、公开，可是你钱也被洗掉了啊，洗一洗啊。所以我们频道所建议的投资就是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 QQQ 跟其他国家对应的，我们选就选最好的。当然很多人 debate 啦，老师啊，这不是这样，不是那样子啊，好，因为我没办法去争辩这个事情了哦。你如果投资30年的人你先举手说我已经投资30年，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可以啊，来大家讲一讲。你要拿数据哦，不要凭感觉。太多人凭感觉的，很多人讲一句，哎呀，这随机啦，这怎么讲？讲不下去啦。什么叫随机？连巴菲特，他说巴菲特其实也是随机的。对，我也同意，巴菲特可能也是随机。可是巴菲特讲过，当一些基金经理人有一群人赚很多钱，这群人。好了，这群猩猩都赚很多钱，难道你不觉得这一群猩猩，如果假设这一群猩猩是有同一个特质，都是从格拉汉的公司出来的，你不觉得 it's different 的就有点不一样吗？如果这猩猩是分布在非洲有一只，北极有一只，那个什么每个国家各一只，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随机的。可是这些赚钱的，巴菲特说挑着就在格拉汉出来的人都赚钱，这些猩猩难道没有不一样吗？大家要想，这就不是随机了，懂吗？不要。所以有些人讲随机啊，每次都讲一个随机，那你就不要跟他讲，因为他幼稚园都没毕业。好。所以我们频道所建议的投资就是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了，没有了没有了。那有的又要讲老师，那以后美国不行了怎么办？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影片，就是说一直在烦恼不活在当下一直在烦恼未来。老师，这个利息要涨了，利息要跌了，美金要涨了，美金要跌了，日币要涨了，日币要跌了。天天在烦恼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捡芝麻掉西瓜没有用。你不要去烦恼，活在当下活在当下。你如果烦恼美国会衰败，那你怎么不烦恼人类会灭亡？你要跟 Elon Musk 一样啊，人类地球会灭亡啊？难道我们这个人类是在宇宙之间是多么珍贵？我要保存它，这是Elon的志向。你有没有这个志向？有的话，你再来担心。那个鸿雁，你上来有没有话要说的？喂，老师您好。你好。你好，我是第一次来听，就朋友介绍。那老师您之前有提到那个股票跟那个就是那个SPY、QQQ 这一类的，相比于债券这两个，那我是想请问老师，那您是建议说我们两个还是要混合使用呢，还是说我们就专注其中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较好的股票SPY、QQQ 那一个，就是如果还是对于有上班的人来说，跟什么人都没关系，只要你能够投资的钱，就是买 QQQ 了。是 OK， 了解。没有别的选择。你看那个表，你刚刚有没有看那个表啊？就是只有股票长期才会回报率最高啊，债券风险很高啊。我们是买的不卖的。了解，就是要保持一个买的不卖的这种信念，然后这样就可以放大胆的去买下去。我们没有能力卖啊，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卖点啊。如果说知道什么是卖点的人是
我不知道，见鬼了。那就是在有这个有这个信念说我们就是买的是不卖的前提是就是像老师您刚刚讲，我们要先规划一个紧急备用金，就比如说半年的薪水这样子，所以我们才能够放心的去做投资，这样是吧 ？OK， 好的，我了解。市场波动跟我们没关系了，市场波动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长期30年世世代代啊。你可以看我们过去影片，我们过去影片，你00450的影片你看一下，或者过去我们2年的影片你看一下，我们是打死不卖，永远不卖资产的。那既然不卖的话，市场涨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那有什么好卖？没有，也不用资产配置，就拿最高回报率，长期最高回报率那个就对了。那老师，那这样子意思是说，像如果我现在还有在上班的话，就是反正我平常会能够投资的钱，一定就是扣除了我的平常比如说付小孩学费之类什么那些之后的。那但是等到我退休之后，我没有上班的收入的时候，我就是用我的 capital gain。不是，你到时候你就可以用股票质押借钱过日子。这个我们你新来的不知道这个哈。我真不知道。等到你有台币有1000万以上、3000万以上的时候，你来找我，我可以跟你讲，或者你看影片你就知道怎么做。我们不卖的。哦，这样子吗 ？OK， 好，那我可能要先看一下之前的影片，我才能了解。台湾可以把股票00662质押，银行会借你钱的2.3%。今天有人跟我讲，他借到2.3%，2.35%，那这么便宜的钱不借，当然借啊。好，这个谢谢你的问题了哈，这个是很 typical 的问题。不过你可以把我们的影片都看一看，你就会学更多哦。财商有多高哈，你的财富才有多高哈。财商要够高哦。我讲个例子啦，今天有一个人写一个 email 来，老师，我把股票质押，而且我借2.35% 的钱买了一部特斯拉，而且我本金跟利息都不用还，而且呢，我把我的旧车卖了，钱还拿去赶快再买进00662。他说我完全都没有花到我自己1毛钱，我的资产都全在，而且资产越来越多，我的薪水就拿去买了，我可以开特斯拉。其他的朋友没有开特斯拉的，一直嫌特斯拉怎么样？那个是穷人思想，就是有点叫做酸葡萄的心态啊。他们为什么过那么苦？因为他们去买房子。好了，那你看大不同，命运大不同哦。所以他把钱拿去质押，借2.35% 的利息，自己的投资赚10%。那只付2.35% 利息，多爽啊！哦，这个要学会这个。好，那个 Tom， 你上来，你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你？喂，请问有听到我声音吗？听到。那James 老师你好，我是Tom，然后我是在台湾的那个科技业工作，然后我现在是29岁。哦，很棒。然后我自己是小时候家境不好，所以我从高中开始读书都是靠学贷，然后一直到研究所毕业都是靠学贷在就是支付日常开销。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还没出社会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贷款去投资这件事很可怕，所以然后那时候又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然后股市最差的时候退伍，所以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刚开始都是买台湾的0050，然后后来在2022的时候，就是接触到那个 CLEC 的1亿元的讲座，然后认识那个James老师，所以我就知道我要趁年轻的时候，我就要贷款 all in 那个 QQQ， 就是台湾就是00662，所以等我工作稳定的时候，我就是跟银行的信贷，然后目前是信贷200万，然后利率是2%，所以我就是全部把0050卖掉，加上信贷这200万部分，就是全部都 all in 0062
就市价买入，然后就不去管它。然后那时候在2022年的时候，最多有亏损到30%，我也是不管它，就是专心工作。那后来就是知道了学习到这个质押部分，所以我就是跟我那个台湾这边的券商，我就是质押了00662，然后就是质押60%，然后再重新全部 all in 00662，所以那个维持率就是蛮高的。那我信贷利率部分目前是2%，然后0062质押利率是2.4%，然后也是不用还本金，也不用缴利息这样。那我自己学贷部分我就拉长到这个30年，我分期30年，所以等于说我大概要缴到55岁才会还清学贷。然后目前前几年部分都是缴利息，然后也是每次就是把老师的 podcast 当就是吃饭一样在听，就是只要有新的影片出来，或者是Spotify 有 podcast 更新，我都会一直去听最新的一集，然后也去让自己对于这个指数基金的部分更加的有信心，然后就是专注在本业，然后只要有钱就是 all in 00662这样。我的分享是这样子。谢谢他们哦，他们那个你这里是因为你年轻啦，还有你有工作，你风险承受度比较高了。可是，一般人不要这样做，就是60%全部借出来再买哦，这是有点是蛮高的风险。假设你这是2022年初的时候做这个事，你可能就会破产了哈。所以这个刚好你在上升趋势有，或者是底部，就是说再往下跌，没有跌到70%。像上个礼拜那个老小蔡啊，他就说跌40%，他再把6成借出来再 all in 下去，我说再跌40%，其实他就破产了哈。而且会不会？当然会啊。所以我说6发子弹，左轮枪有6个格，其中有1格是有子弹，你往自己脑袋轰下去看看，大部分是不会被打到了。可是假设被打到，你就破产了。所以一辈子你只要碰一次，你就破产了。Tom 呀，你这次做的是对哈，就是好像刚好是 market 是 your direction， 所以以后可能不要这么冒险了，因为我们质押的部分只能借20%，大家要记得哈，只能借20%，所以市场跌70%你不会有问题。Tom 了解了哈，我想你应该了解。好的，谢谢。这个我可以打个岔，我想更进一步了解说 ，Tom 你现在整个进去的因为你刚才也讲到数字的时候，我才敢问你，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总的进去大概在不用很准确的数字，大概是多少钱？你29岁嘛，想知道是多少钱？那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盈利还是就是差不多几个%啊？怎么样的？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目前盈利是20几%这样。谢谢。好，那多久？你现在多久的时间？多久的时间？就是从今年初到现在，因为之前最多是有到30%。了解，谢谢。好，那个留言那个老阿姨啊，我想你应该是新来的朋友啊。我们永远不卖，所以没有所谓的什么 exit strategy 啊。有 exit strategy 的人就是短线操作者。或者是除非你像巴菲特那样，你的 exit strategy 可能是那个你投资的公司是这个商业模式改变了。我们是长期持有，绝对不卖。对所以你如果投资个股，那就不是我们讨论范围了。投资指数，你就是跟人类跟美国共存亡，就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 exit strategy，no zero exit。那你如果不懂什么叫我们永远不卖，那你就是新来的，我也欢迎你，你可以把我们的影片看完，可能对你有帮助。那如果不看也没关系了，就是等于跟我们就不是我们的投资哲学就不适合就是了。好，
所以我们教的就是只买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 QQQ 其他的就不要去碰其他都有风险再来就是不要理会理财专员讲的任何话，而且或推荐的产品像鸿雁讲的就是说要不要资产配置那个就是教科书的讲法，还有金融业的牢笼他们要让你们进牢笼，把你们的钱榨干抹净让你们继续做劳工。所以你不要听金融业的，因为他就是圈养劳工的人嘛那你去听圈养劳工的人，那你怎么有离开老鼠笼的一天？没有嘛所以更不要听不要说今天听了之后赶快跑去银行开户或去那个，你可能会被理专抓去所以你一定要很坚定，你只买一个东西，就是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你可能在全世界各地，可是你还是买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你在英国，你在印度，连印度都有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你在南非，你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加拿大都有所以不要没有群 ，call 没有群都是诈骗，不要进去群 ，OK， 不要进去群里面龙蛇杂处。我们没有群，你进群那个群主也没办法管因为他们会私讯你给你。前几天才听到一个，他说他的亲戚在台湾已经退休了，结果所有的钱都被诈骗集团诈骗光了，差点去自杀。结果这位美国的朋友说，我现在也要 cover 他的生活费我的回答就是你自己要先顾好不要被拖下水。当然能够帮他们就帮，可是生活费也就是有的吃有的住，就这样子没了那诈骗相当可恶，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政府没有，全世界政府都拿不出对诈骗的，那只能教育嘛，没办法我现在在美国，美国好像没有那么多诈骗还是我们都没接触到，我不知道你们对美国诈骗怎么样。我常常接到在美国常常接到诈骗电话，可是都是讲国语的没有讲英文的诈骗集团，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所以美国人不好骗，亚洲人很好骗，是这样子吗？还是诈骗集团的国籍都是亚洲人？这个我就搞不懂。我也接过越南的诈骗集团，讲越南文的，所以我们亚洲人就是其实。在知识普及上面还是有欠缺的，在美国，法律就在那边，它的整个规定就在那边，你只要照规定做都不会有事。可是，像在美国，你说我无知，没有这个事在美国，你不要讲说你无知，你不懂法律，没这回事情的。你被诈骗，不要找政府 ，OK。你被诈骗不要找政府，你不是说我无知，政府要赔偿 ？No， 你无知是你该得的，你无知被诈骗是你应得，这是美国的 philosophy。我打个岔美国也有诈骗美国的诈骗可能更大但是你没有在某一个区域你碰不到，比如说前一阵子发生的 Madoff， 这个一骗就骗19年，而且骗的都是有钱人，所以。对这个也是有的，对，可是就没有说这个像这个好像蟑螂一样这么多。那美国像那个 Madoff 那个事情，那法院把他抓来，把他判刑，抓去关。那很多人说，我要赔偿国家。那个法官说什么事？你们愚蠢被骗是你的事，我法官我不是讨债公司，我不会帮你讨债的。你们被骗跟我法院没关系的，我们只是惩治坏人。
可是我们不是讨债公司，我不是说把这个人抓起来，把那个来赔偿你。No， 我不是。法官讲一句话很好玩，我们不是讨债公司。可是亚洲人或台湾是什么，就叫法院啊，什么要这个警察或什么这个检察官啊，不可能，不可能。法院不是讨债公司，大家法院只是 justice， 就是说公正，谁有犯罪判刑，就这样。你被骗是你的事，这是全世界应该都这样。那如何避免被骗？那我看美国好像也没有教育啊，没有说天天在播这个诈骗这个短片，好像也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国情差这么多，这个我也 I don't know。对了 ，T 讲的没错了，对啊，他们来值的那你做他直接抢，所以你就做好个人安全措施就好了。好，不一样世界上长期绩效最好的投资到目前就是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那有人要讲，那以后呢？我就是回来讲嘛，你现在过好就好了，你管50年后、100年后，你身后事不要管了，不然就是 SPY， 其他不用了不用了。这个是有根据，这有逻辑的这有逻辑，这有数据的其他的不要碰不要碰，其他都妖魔鬼怪。好，这一页就是所有的全世界我所知道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的代号所以你们如果有人写 email 给我，老师，我这个在加拿大，请你告诉我，那我就说你都没有在看影片。对啊，这个 page 这么清楚日本、巴西、马来西亚、韩国、中国、香港、加拿大、澳洲、英国都有啊，日本都有所以这个我就不念了，你们这个是给大家参考。往下现在17、18页往18页走。投资虽然要懂，可是不需要很多，不需要知道很多，有些东西真的不需要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们学会了之后，我对新生第一个就是会跟他们讲，第一个你不要问个股，不要问个股你问个股，或你问的那个 symbol 不是 QQQ 或不是 QQQ 的相对的，我只会说我不知道还有人更可爱，老师，我的投资组合是这样子我还是一样坚持打死不卖。我说这里面都不是我的，我介绍的我是听别的那个频道的我是要来试验看看。我说那你去你那边留言啊，你来我这边留言干嘛？他把别人的 strategy 买的那个基金他就来我这边，老师，我的 portfolio 是这样，我一样打死不卖。我说我们这些基金我都不认识我是听别的人建议的，那我要试试看。你去那边留言你来我这边留言做什么？蛮好，蛮可爱的所以不要问个股不要问个股，你问了也不会有答案。就不要问何时买，有钱就买；不要问怎么买，有钱就买；不要问你什么时候要卖，永远不卖。任何时间买都对，任何时间卖都错这个是我们。不要问什么时候会下跌，不要问什么时候会上涨，我不知道。不要问还会跌吗？也不要问说会跌到哪你也不要问说还会涨吗？老师，今年涨了，明年会不会涨？我不知道。这个好像那个淑芬呢，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我也不知道。不要问还会涨吗？也不要问会涨到哪。投资不是该懂的要懂，不该懂的不要懂，懂了吗？要懂关键的才是重要，我们今天的 presentation 内容才重要，其他的不重要。刚刚那什么老阿姨，什么 exit strategy， 你讲的是很棒，留言留得很棒，可是 no， we don't have exit strategy， we don't have strategy。你可以说我们笨没关系好。所以我们就是有钱立即买进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将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当成固定资产，不动产永远不卖，不卖就没有资本利得，不用缴税，
资金够多就可以股票质押过日子，借钱就永远不还。这句话就天天念，念到你懂为止，不懂就继续念。有钱立即买进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将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当成固定资产，永远不卖，不卖就没有资本利得税，不用缴税。资金够多可以去股票质押，借款过日子，永远不用还。你就把你的债务跟你的资产直接当遗产给小孩就好了。这个我在最近算那个 traditional IRA 转 Roth 的时候，我发现有的人就买年金，结果他每年可以拿到好几万的年金，结果惨了。他的 Social Security 也要缴税，那个当然缴税是没什么问题的。问题他 traditional IRA 转不过去，因为他每年退休之后开始年金，他就转不完了，他就变成都要很高税率啊。所以年金是个 damage 不只是会被骗，不止回报率低而且还对你的 traditional 转 IRA 转 Roth 的这个 financial damage 影响之大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危害一样，是危害好多样。第一个回报率低，第二个还有风险，第三个这个你的 traditional IRA 转不过去。借钱不还不会信用不良吗？不会啊，不会啊。你不知道借钱信用越好吗？你不借钱他会说好吧，借你60万。你借有借有还之后，他会说哇，你要不要这里再给你100万？为什么？你有借有还，信用越高，他会越想借你。银行我讲过嘛，银行的库存是什么？钱啊。他不希望你还钱，因为他不希望他自己的库存垫高，所以你借了永远不还，他最高兴了。问题是你要有信用啊，你要资产够多啊。你若资产不够多他就要你还钱啊。为什么房地产要还？你们了解吗？至少最长30年，不能超过30年。为什么？因为房子会越住越旧啊。他怕30年后你都不还，到30年后那个房子你直接丢给他，因为房子已经破烂不堪了。所以房贷为什么一定要还？可是我们股票只要不用还的，因为股票不会烂掉啊。它如果跌到一个程度，它卖掉了，它有很保险的，不像房子可能一夜被烧掉了，它惨了。可是股票不会，所以股票比房子安全很多对吧？你们会避税吗？不卖就没税啦，有什么好避的？因为就没有 income。We don't have income， 没有 income 怎么会有税？不会有税。你知道 income tax 吗？什么叫收入税 ？income tax 美国英文不是 income tax 吗？ income tax 是有 income 才要税啊。我都搞到没 income 的，还负债了，怎么会有税？没有税。对，现在那个诈骗都是用数位货币，不懂的不要去碰了。可是大家就是一股脑，就是不知道那他一头热。那里面有美女像在 Clubhouse 也有啊，只要那讲话就嗨你好，我就把它封了。还用美女没有用，这一看就知道诈骗。尤其你们留言的人，我一看你们是不是诈骗，我一看就知道了。大概所以我宁愿封错，也不要有诈骗留在这边所以听到、知道、了解、相信、执行、坚信、忍耐、信仰。所以你们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影片是 very lucky 啊 ，lucky。可是听到了不代表你就会富有啊，你要到了解、相信。这上面那4个只是在一个知的层次。那不会让你富有的。这个听到、知道、了解、相信也没用。相信很多人相信了2-3年也没买还是继续操作还是继续操作还是继续操作还是在其他的短线操作房混呢还可以给短线操作房建议的，那
还说老师我是你的信仰，我是你的学生，不要侮辱我了。好，所以听到、知道、了解、相信，对你来讲只是起步而已，最后要执行，执行是你火车开动的开始，可是之后的后面才是挑战，就是你要坚信，2022年下跌你要坚信，不能卖，就是不能卖，就是不能卖啊！忍耐信仰，你才有今天的果实。到了今天呢，投资有亏损的要打屁股啊！给你那么好的机会，下跌这么多，怎么会没赚钱呢？对不对？所以往下一页市场永远涨不停。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基金就是我们相信科技，相信美国，相信人类，我们与美国人类共存亡。那个老阿姨啊，你就是没有听我们的影片，你去把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00450你去看一下好了利息让你用5%好了，可是我们的资本是用10%在跑，10% 在跑我念给你听好了这个我们上个礼拜的讲义没看的人可以回去看上个礼拜的讲义，不是上个礼拜了，前2天的讲义，我留言贴了00450的那个讲义了你们看最后一个 page， 那个老阿姨你去看最后一个 page 这个你借钱怎么借怎么用啊？你资产远远胜过你的负债了这个你自己懂得算数就懂了第一个避开风险，第二个你就是不要卖资产你的借钱其实风险越低啦，因为你有现金流嘛，你有现金流那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随便加入群组那个群组你不知道里面的妖魔鬼怪谁是妖魔鬼怪，连版主都不知道，所以他私下连接赖别人变成诈骗，我们不想大家受到伤害我们有读书群组，那是朋友自己的，就是像 Cat 他也有自己的群组，可是你不要去问他说我怎么加入，不认识的不要让人家加入 OK 不认识的不要让人家加入 OK一个群10个人差不多了，超过的话七嘴八舌没有用的对，我只是跟大家讲那你们要加入群组，你们要自行负责 OK， 那我就都要讲清楚这个我这里留言里面有一个说那个我们不谈政治我们不谈政治，可是这里我是这样子，如果我是总统我是候选人，我是财务年轻人每个人发1500万你不要去买房，不要规定说买房，你这个买房不是好事嘛？如果说买房是好事，当然是我1500万全部帮你买 QQ， 你只要付2点多%利息，现在不用还，10年后我政府跟你一起投资1500万，我跟你讲，如果政府给每个年轻人1亿的话，每个人都退休了啦，我们都当美国人的老板了，还要做劳工干嘛？当然中国台湾政府没这么多钱对不对？我们就穷如果像美国那这样发钱多好。那假设今天我讲过嘛，假设政府能够发给每个年轻人1亿的 QQQ 的期权利，20年后你可以拿到增值的部分。我想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这样做？不是鼓励去买房子，鼓励买房子其实是把它推入劳工的无底深渊了。我们讲过嘛，房子不是好投资你为什么把年轻人推入买房？那你讲白一点，那就是图利建商嘛，让房地产能够好卖嘛。我这个没有政治我没有谈政治 OK， 我I don't know who 不要跟政治扯在一起，我只是有就事论事他这个候选人可能有其他政见不错了，不是说一个政见不好就不是了，我也没支持谁你们不要误会了不过
你们今天假设有一个人有单位或有国家愿意借给你1亿美金或1000万美金，你就马上退休了，因为利息才多少，股票涨多少，对不对？哦，对啊，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每个年轻人花1000万啊，1500万、200万美金的 QQQ 啊，期权啊，20年后啊。为什么不 ？OK， 好，那个我们投资指数是跟人类共存亡，跟美国共存亡，所以没有卖出的。你不能说明天起来说你对美国没信心的，你对人类没信心的，人类会灭亡，那人类会灭亡就什么都不用谈了，对不对？那你如果连跟人类共存亡都没信心，那我就不知道你活着做什么。所以我们长期是会获利的，可是不代表短期不会亏损 ，OK？ 可是因为我们都不 care 啊，都永远不卖，所以它的股价就没有关系了。假设你没有做好风险控管，那你就有风险了哈。假设你没有钱买明天的便当，你就有风险。我今天看到那个我们家附近有 pre-foreclosure， 哎，这个就是没有做好风险控管，房子被拍卖了啊。所以一个6尺高的人也会淹死在平均2尺深的水。为什么？你们想过这句话吗？要想通这句话哦，想不通就有问题哦。一个6尺高的，就181公分左右的人，淹死在60公尺，平均60公分的水面下，淹死在60公分。哎，奇怪，人6尺高站着就不会淹死，怎么会淹死？因为它有的地方只有1尺深啊，有的地方10尺深啊，平均起来3尺啊，2尺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年化报酬 9%。哇，在年化报酬 9% 怎么会亏损？年化报酬不是 9% 啊，不是 9% 吗？怎么每年涨 9%？ 不是，它有一年会跌 80%， 有一年会涨40%、50%， 平均起来年化报酬 9%。 所以为什么我说的6尺高的人会淹死在2尺深的水，就是有的地方很深啊，有时候会一年跌 80% 啊。可是长期20年、30年有 9.6% 啊！哦，你不要被 9.6% 以为说就没有风险，不是的哦，要注意这件事情。长期会获利不代表短期不会下跌，这2件事情是不同，就要搞清楚哦。任何高点未来都是低点，你现在已经创新高了嘛？你又往前看哪一个比今天高？除了昨天以外。所以我讲的任何高点未来都是低点。408 Jimmy、Stephen、Dave， 我们天天在谈408现在是不是低点？是啊，已经是低点了，对不对？所以任何的高点都是未来的低点，但是还是有人会在市场破产。为什么？这2022年到2023年还有人破产的，有啊。因为市场短期下跌会让你跌入无底深渊，有的人在低点卖掉就破产了。下跌的幅度是无法想象的了哈，所以你要能够把股票当作不动产，它的股价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才可以，绝对不可以融资啊，不可以 margin。我说质押跟 margin 没关系哦。你们不可以 margin 哦，还有就是不可以质押借超过 20%， 你100万质押不可以借超过20万，1000万质押最不可以超过200万，不然就有风险。OK， 投资者一定要做好风险控管，我们控制好风险才有可能期望获利了，不然市场下跌 80%， 你还活着吗？你每天都要想这件事情，市场下跌明天就下跌 80%， 你会活着吗？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市场3年不开张，你还活着吗？你可以活着吗？这2个事情要想清楚，这个就是你会不会淹死的关键。
谢谢 Ivan 哦，就是 Fidelity 有这个功能哦。对，好像 Chasa 没这个功能 ，Chasa QQQ 好像不能定投 ，Mutual Fund 可以应该要可以了。我想 Chasa 有竞争就有那个改变，它应该要可以。这个 Lenny， 你去看我们的影片好不好？你查好 CLEC 的杠杆基金，那我们有3、4部影片专门谈这件事情哈，我们就不在这边谈了哈，谢谢你。好，再往下看，现在是第21页。这一页我只在解释为什么要有钱就买哈。你看哈，红点就是有钱就买的人了，那绿点就是我等市场有下跌，我很幸运都买在市场有下跌的低点。你们看一看，平均下来红点赢还是绿点赢？哦，这一看就知道了。哦，这一看就知道了。哦，第一个哦，红点买在高点，然后第二点绿点买在高点，第来3个点哦，绿点买了，红点买了。哦，绿点又买到一个低点，之后2个红点买到低点，啊，再来一个绿点，再来一个红点低点，再来一个绿点，再来3个低点，绿点买的比3个低点还高价位，哦，市场 correction 有3个高点，3个点输了那个绿点，哦，之后又上去，后来就你看这个1、2、3、4、5大多头的时候5个低点，你后面才买2笔，所以有钱就买，会比只选在买低点来的绩效好，这个是大家不太理解为什么的原因。你一直涨10年，你每年才买在这个低点，今年好了，我讲今年嘛，其实以后多头都会像今年这样。你今年买个低点，买到低点，好啊，恭喜你，你买到低点，你买到什么低点？我们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都买，你买到刚好修正那个月。哦，就是买在这个10月3、4、5，那从1月的任何时间买，买到5月，买到6月都比3、4、5低，所以这个为什么等待没有用？哦，等待没有，就是说有钱就买，其实是最佳的买进策略，买进策略。好，这张图在讲这个，所以让新朋友知道，你若长期有钱就买，绩效其实会比等待买到低点来的绩效好了哦。往下一页，通常我们在市场你会看这个下跌，都很恐怖啊，吓死人了，很恐怖啊。这个我还是用 SPY 啊，这个很恐怖，很恐怖下跌。可是市场涨上来之后。有什么好恐怖的？不是上来，那很多人又要来讲了。那14年才创新高，14年才创新高，可不可怕？我们又不卖，他什么时候创新高干我屁事？而且这个下跌这14年是给年轻人很好的机会啊。现在很多人讲2022年，哎呀，现在涨了哈，有点心有点痛。如果能够再来跌多好，现在反正跌反而比较高兴，上涨比较伤心。所以下跌是给年轻人机会哦，所以对已经退休的人，反正我们质押了嘛，所以我们跌也无所谓，反正我有钱用就好了。可是对年轻人来说，跌是好事，跌是好事。你能够连续14年都买在低点，多棒，多棒！这个是多棒的一件事，那现在呢？你看。当初的高点有多低啊？现在如果能够那个时候能够让你买多好。那时候 QQQ 是多少？看不到。QQQ 那时候 QQQ 才多少？100块。现在有100块 QQQ 让你买，你那时候觉得高的人，100块要不要买？现在要不要买？当然买啊。所以100块买到人要不要伤心？应该现在要高兴才对啊。那你说，那你还想到23年而已啊，也不是很久，对。那很多人觉得23年很久啊，
那就是眼光不够远。所以我说，你的眼光够远，你的财富才有多高了哦。你的财富跟你的眼光有关，眼光可以看得很远，你财富才会有高点啊。眼光短浅的人就是不会有财富啊。老师，我也想要 echo 这个。好，请说。好，就是我觉得这个跟投资心理很有关系。然后我讲我自己的经验值好了，就是08年那个海啸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其实我也看不见美股啦，我们顶多是知道一下美股跌，然后台股市场也是跌很凶。然后我记得09年3月的时候，就是几乎是最低点，然后就开始往上走。然后下跌的时候其实不敢买嘛，真的是不敢，因为不知道会跌到哪里。然后上涨的时候其实也不敢买，因为觉得前面低点都没有买了，现在怎么买？所以其实我一直从09年一直错过到17年认识你的时候才开始买进去。那个时候往前回看，其实那时候的 QQQ 也会是跟 SPY 也是在高点啊，因为从来也没有那个价钱过。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有听到的朋友，真的就是要很认真的去理解这件事情，你才有办法克服你的心魔，然后在现在这个时候跳进去。对，因为不管老师说的嘛，只是越买越贵，你什么时候有钱的时候一定都是高点，因为在那个当下它一定就是在相对高点区。可是指数型 ETF 的好处真的就是它是越来越高，你不要太害怕。对，我觉得这个是要加强本质学能的地方。以上，谢谢。Cat， 谢谢你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经历过，很多人经历过2000年，很多人经历过2009年，可是走过路过，可是他还是错过，为什么？因为都没学会啊，都没学会，完全没学会。我们人生经验，我们可以一次愚蠢，一次无知，第一次是无知，第二次愚蠢，我们不能第三次啊。所以你走过路过要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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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过路过还错过。我们人生可以一次无知，2次愚蠢，第3次你还不知，那你这不是你在里面混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K 线研究那么多有用吗？你的眼光又不够远，只在几分几秒之间争输赢，那个叫什么？夏虫不可语冰啊！就吉米最能解释了，对不对？不懂，就是不懂，走过路过都错过，人生怎么过来？一直后悔，完全没有学过。你可以碰到任何困难，可是困难是好的，可是没学到才是浪费哦。所以2022年做错的人不可惜，不要可惜，以后还有机会。可是以后不要做错了，不要再做错了就好了。对啊 ，Lois， 对啊，杨啊，对啊，那个时候老师现在这么高了，我们怎么买？那个时候多少？现在多少？从那个2018年、19年就有人开始问了，那么高了，永远在问老师已经那么高了，那么高了。我会讲，所有的高点都是未来的低点，这个要搞清楚，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情。因为你投资是 forever， 世世代代200年，可以赚2700万倍，你还担心那个几 %？ 就算腰斩也不用怕啊，因为200年会有2700万倍嘛。那你如果看不到2200年的人，那你财商就不够高了。你要去看我们00450的影片，那个00450的影片那个连结我有贴在留言板上哦，你们再看。所以从现在100万的未来是1亿啊，会涨100倍啊。这个图不是造假，这图是真的图哦。这个图是真的图哦，我不是自己画的哦。这个图是真的图哦，不是我自己画的哦。那你说100倍怎么可能？就是这样子啊，中间还修正好几次，还能涨100倍，了解吗？
所以我讲话是有凭有据的对啊，对啊，Tony 讲的没错啊。我们2022年底部的时候，大家都吓死了，还 rebalance 还杠杆呢，怎么可能？不过你只要相信，你的资产会有100倍，你的资产后面加2个零，就好了，这才是重点。市场永远涨不停啊，这才是重点好，往下，我们现在已经走到第26页。我们今天要讲到半夜嘛。所以亿万人生越早投资越富有这个表是给一般年轻人就是说或者一般现在30岁的人，假设你说你60岁退休，那应该要有100万美金的话，你应该要现在提拨多少？假设是 QQQ， 假设我们用12%比较乐观的来看，你30年后退休，你要100万，你现在每个月要提拨283块，不多不多。那你要1000万，你现在只要提拨2830块就好了。其实很多美国人可以提很多收入高的可以提你 401k 提了就差不多这个钱了，2万多块钱了，对不对？那你30年后退休有1000万美金真棒。那你如果年轻人刚开始刚班，有听到这个节目，那你更富有了。你只要85块，你每个月投85块就有100万了，你850块一个月就有1000万了，1000万了，所以很轻松都可以富有的，很可以富有了。当你有60岁有1000万的时候，那你是200万亿不懂200万亿的，去看00450的影片。所以这个表是让大家参考一下，然后说，你如果剩20年要退休，你现在有多少钱？那你要准备多少钱？那你现在应该提拨多少钱去投资？那这样子可以追上就是不要到了退休没有准备，那不好不好。那年轻人是比较容易的，可是你能够提拨多一点你的人生，那你如果够了，你就可以好好花钱花钱是道德，不花钱是不道德。再往下一页就是说，你看每个月提拨500美金的话，40年后就有590万。大概我就算100块，一个月100块就是有100万了，就这么简单。大概算了，你也就大概抓一下，100万，你每个月投100万就有100万美金，投1000块就有1000万美金。你投100块台币就有100万台币，你投1000块就有1000万台币。你一个月投1万块，你就1亿就这么简单。1亿人生不是梦，很多人搞不清楚，1亿很难，没有，还说我们1亿是博眼球。我跟你讲，1亿真的是很保守。我用1亿，值1亿元的讲座太保守了不止1亿是最基本款。对啊，那个 Ivan 对没错如果你能够利用市场下跌的时候，所以市场下跌是下黄金雨要用大盆子去接，不要怕。我还真的年轻人应该要祈求市场大跌因为在市场的钱你现在又用不上，你每个月都有薪资来，市场大跌，房地产跌90%，你们高兴吗？年轻人，如果房地产跌90%，你们很高兴，为什么股价跌你们不高兴？要高兴你们要鼓励股价大跌退休的人怎么办？反正我们又不卖，我们质押借款我股价跌关我屁事，没有事对，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很多人讲说我退休那一年刚好股价大跌那就是不懂才会讲这种话。好，我们往下一页，28页。对啊，也不错，用大盘子去借。需要多少资金投资于指数
基金才能退休哈。我们答案就是大概了。我们过去很多影片都有讲，还比较讲细节，这里我只能讲大概，就是1年的生活费乘上33。1年的生活费乘上33，假设你1年需要10万美金，你就要准备330万美金。你如果在台湾1年要100万台币，你就要准备3300万，就这么简单，大概了哦。那能够质押就去质押。美国1年需要10万美金就要300万，台湾如果一个月要10万的话，你就1年要120万台币，那你就33倍，你将近要4000万。所以已经退休的，你要预留3年的紧急备用金了哈。那市场下跌，你才不会，你才是吃得好、睡得好，没烦恼。还在工作的一样，就是逢低赶快买，勇敢买。市场下跌是给年轻人机会，给你们翻身的机会哦，懂不懂？所以一定要勇敢，勇敢。往下一页哈，你只要认识市场何时。任何时间随时都可能要腰斩再腰斩，你先要认清这件事情哦。市场明年一开盘可能就大跌哦，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年轻人 welcome， 年纪大的我又不卖，这都是遗产，有什么好卖的啊、哦？未来3-4年生活会准备好就好了哦。那你要先模拟市场腰斩再腰斩，腰斩再腰斩什么意思？就是 50% 再 50%， 跌掉 75%， 你还轻松愉快，了解吗？如果不行，你要想想看，你怎么预防，或者你怎么调整你的心态，还是要怎么准备，总是要给一个答案啊。我们担心没有用。你有 solution 就可以睡得着觉，没有 solution 你天天担心那个会发生，没有用，担心没有用，有准备才有用哦。如果你无法承受风险，要降低部位啦，或者是你要再去工作啦，或者是要有第二，还是要找一个什么收入，或者要降低开销啊，就这样子，总是要想个方式。假设说哦，如果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就要节衣缩食一下了，撑过去嘛。哦，你有答案就好。哦，到那个时候我就去开 Uber 啊，那有答案就好，不要懵懵的，到时候一下到就股票卖掉了，不可以的，记得哈、哦，永远不卖资产。哦，如果有点亏损都不可以的人，就不要投资，你就现在离开市场，你就资金放定存就好，哦，不一定要投资，所以不要听了我们这堂课，这个激动哦，明年一开盘勇敢下去，结果买在最高点，哦，对不对？哦，没有用，是不是最高点我也不知道啊、哦，所以不要靠一时之勇，哦，慷慨激昂就给他买下来，不是，要了解完你怎么买都可以，可是你要知道买的就是永远不卖的哦，这个要注意。不要为了致富而破产哦，这没有必要。很多那个股市的那个什么 Livermore 啦，什么这个，我要搞到一辈子3次破产，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那个不是厉害，那一点都不厉害，那个是散户 ，Livermore 也是散户啊，会搞到破产的都是散户啊，怎么会搞到破产？啊，不要以为会搞到破产那些书都是好书，不是，那个就是散户。只是他是破产了又起来，破产又起来，破产又起来，哦，只是这个是个故事，可是那个是散户 ，OK， 哦，他是比较 lucky 的散户，还可以爬起来3次。哦，往下一页，现金流跟风险控管是投资最重要的工作。现金流，什么叫现金流？就是明天有没有饭吃啊，有没有支付账单付得出来，付不出来啊，这最重要啊。哦，有没有钱付账单？小孩子学费有没有？明天我们便当有没有钱？这重要。如果搞到都没有这个，那你不要谈投资了，不要把钱都拿去谈赌投资啊，之后破产了，不行。留言板呢？你说这个呀，那个利息可以谈啦，还有跟你的职业有关啦。假设你是公务员，或者是你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利息就低一点吧。那你资产多的，有1亿的股票资产，跟有1000万的资产，我想
利息也不一样哈。所以投资指数绝对不是股价管理者，我们跟股价没有关系啊。股价对我来讲 ，I don't care， 更不是个股的管理者。我们又不是 CEO， 我们那么担心每个公司什么手机卖得好吗？车子卖得好吗？这跟我什么关系？我们有总经理啊，有 Tim Cook 啊，有 Elon 啊，有这个Google CEO 啊，有这个 Microsoft CEO 啊，有他们在管啊，我们资本家根本不管事的，两手干净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绝对不担心这个，所以不用谈说啊，老师你要不要分析一下呢？没有必要了，都 QQQ 就好了，长期美国指数基金投绝对不要对股价做出反应哦。你不要因为股价涨你去追啊，股价跌你去卖，那是我们都不操作的啊。所以长线投资者任何时间卖出都错，你会失去你的部位。任何时间过去 QQ 哪一天卖是对的，你跟我讲，哪一天卖是对的，任何时间卖都错。可是任何时间买都对，过去 forever 任何时间买都对，只要有机会让你买。所以任何时间卖都错，任何时间买都对。操作记得，操作是罪恶，你不要做罪恶的事。好，往下一页。好，我这里要解释一下巴菲特，我们跟巴菲特不一样，不要一直说啊，这个什么巴菲特也卖，我们怎么不卖？这个怎么我跟巴菲特又不一样？你怎么？好，我解释一下，巴菲特是长线价值投资者，他是有价值，我们只有长线，我们没有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美国跟人类科技，就这样，我们跟科技、美国、人类共存亡，不需要分析价值。价值投资人像巴菲特会在股价低于价值的时候买进，当公司的商业模式改变的时候卖出。你知道巴菲特不是因为股价高过价值卖掉，他从来不卖可口可乐啊。可是可口可乐的价钱有没有高过它的价值的时间过？有啊，有时候还高蛮多的。可是他卖不卖？不卖。为什么？他不是用他是永远不卖，他打死不卖。只有一种状况他会卖，就是公司的商业模式改变他才会卖。OK， 比如说中国石油他卖，这个航空股他卖，为什么？公司的模式改变，商业模式改变，或者是他更认清楚的时候他改变。像 IBM 的买了又卖了，像台积电买了又卖了，懂吗？他卖绝对不是因为股价，了解了吗？你看他卖都卖错啊，那个航空股卖了之后，航空股还涨啊，对不对？他卖都卖错，可是长期有没有错？没错，他卖不是因为价钱，所以了解吗？我们绝对不要跟着股价起舞啊！跟着股价起舞的就是投机啊！而我们是长线投资者，巴菲特是长线价值投资者，所以巴菲特重视的是商业模式，远过于价钱跟价值的关系啦。你从来不会从巴菲特的口中听到说，可口可乐的价钱太高了，高过股价价值太多了，我们把它卖吧。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所以大家要理解巴菲特，可是理解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理解，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跟巴菲特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把我们跟巴菲特凑在一起。OK， 我们是受到巴菲特跟芒格的启发，这个懂了，懂哦。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学不来他们，我们学不来。虽然价值投资者是会根据股价和价值之间变化而做买卖的动作，但大部分如果你用股价来进出，就是随机波动，这是投机。所以很多价值投资者，你看那基金经理人都是价值投，讲的价值投资，价值投资，结果呢，他们不是操作吗？因为都是价值。他们认为股价超过价值，问题是他们连价值是多少都分不清楚了，那哪来什么股价超过价值或股价低于价值？因为
那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哈，对不对？所以一般人学巴菲特的价值投资，觉得到最后就变成短线操作，因为他就认为自己天天在搞价值价格、价值价格、价值价格，搞了半天就是操作进出进出进出。昨天认为股价便宜买进，今天认为股价要超过价值了就卖出，天天价值跟价格在那边打架，哦，这就是不行。对，哦。Ken 陶黄啊，来那个 Elvin 好啊，你从来没讲过话，你上来讲一下。老师有听到我声音吗？啊，有，你的背景有点吵。因为我人刚好在外面一直一直听你讲的话，点头如捣蒜。谢谢。是，那我背景有点吵，那我慢慢走到安静的地方，我再发言可以吗？还是现在这个状态可以？没有，你走到安静的地方再发言哈。OK， 好。我们这个时间还很久啊，你慢慢来啊。好。所以长期美国指数基金投资者不是价值投资者，大家搞清楚哈，我们不是价值投资者，我们不懂价值。QQQ 的价值多少才是价值，我们不懂啊，不要问我不懂啊。长期美国指数投资者买进美国，投资人类。我们是跟美国与人类科技共存亡，就这样。如果投资者昨天认为人类会越来越好而买进，而今天突然认为人类会灭亡而卖出，那就有点夸张了，对吧？那就夸张了。人类几千年来，从彭古开天到现在，都一直在进步啊。200年前的明朝。欧洲人移民美洲，都一直在进步啊。那你说未来怎么样 ？I don't care。他说你怎么不 care？ 那你说未来会怎么样？你跟我讲啊，未来会怎么样？当然是会一直进步啊，而且会加速进步啊，这才是人类啊。那你说认为人类会颓废、会灭亡，那你现在还活着干什么？不然你就活着拯救人类，跟伊隆一样，你有办法吗？如果没有办法，就不要开口啊。所以，如果投资者昨天认为人类会越来越好而买进，那今天突然发现人类会灭亡而卖出，那不是很可笑吗？所以我们不卖的原因是这里。一般人没有巴菲特能够看出商业模式的能力，所以也只能做长线投资者。那些认为自己跟巴菲特一样有能力的人，我就看不出他有这个能力。结果他操作短线操作，那不用你看那些短线操作者还在谈价值，那你就知道他们精神错乱啊，精神错乱啊。OK， 好了，我们不要批评人家。往下一页往下一页，33页。世界上只有2种人，一个是穷人。一种是富人，可是命运大不同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管什么自由派、保守派、民主党、共和党、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共产党，什么党都一样。我跟你讲，那都不重要，你是穷人还是富人，这比较重要。谁执政？川普执政，拜登执政。都一样，反正 QQQ 都会涨，这个就是资本主义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长期投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100的方式，确就是执行的话，你就是富人。你如果不懂这件事的，就是穷人哦。就是穷人。对了，翁华苏拉就是说，你看得懂就是懂商业，可是你懂是真的懂还是只是也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有的人就是以为懂了，结果市场一跌就怀疑自己看的到底对还错，对不对？会怀疑，所以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呀，这个不是，那个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像我以前投资，我不是讲我投资星巴克吗？好早就投资星巴克哦，
它的市值才2个 billion 的时候我就投资了，不要2个 billion， 还就6个 billion 我就投资了。我说我买了就不卖了就好了。可是市场就会来啦。哎呀，麦当劳也要卖现煮咖啡啦。那这个星巴克现在什么成长有限啦，它这个加速已经开到饱和啦。妖魔鬼怪很多啊，投资个股就是被折磨。我也不是没被折磨过啊，所以我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啊。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当穷人还是富人，这个要先决定一下啊。更深层的说，就是资讯不对称。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无意。我觉得资本主义的金融业跟资本家故意让劳工不知道，完全不教，而且还禁止被教育。你知道我们讲这个啊，我们都要宣告，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不可以那个。我跟你讲，我以前要教投资，在美国，我教投资，我去图书馆借图书馆。他们说你们做什么？我们说我们读书会，借我们1次，借我们2次，之后不借了。他说你们在谈股票，哇，谈股票多罪恶啊！是罪恶你就知道说，我们谈理财是被禁止的，连美国都这样。当然不是啊，他说，这个图书馆我们是不可以借给我们。对啊，所以我为什么去成立 CLC， 就是说，最后我们只能用非营利事业组织去看借得到借不到。后来我们也没借图书馆了，我们因为就收了教室费用，一年一堂课就收了，我忘记了多少，30还60美金，然后就拿那个钱去租场地。Anyway， 所以投资理财教育正确的正确，像我们这种教育是被有意无意的封杀的啦。像我们这个，你在电视节目、台湾的什么理财专频道，没有人要找你的，而且不可以啊。什么叫做不能投资、不能买保险？什么叫不能买年金？什么叫不能买个股？什么不要的？你知道台湾政府那个期交所，哇，这个今天降低期货交易手续费这个成交量增加这个哇塞，这个就国家在做开赌场啊，鼓励大家短线交易。Anyway， 反正他们做的都对，我们做的都错。所以我说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资讯不对称的世界。他就是要你们穷，要你们做劳工，才能乖乖听话。所以我们这个课就是要唤起大家的资本主义的自觉啊！我们要当富人啊，我们不能当劳工啊，不能被奴化。当然，奴化这个事情，有些地方就觉得不太好听。对，那的确如此啊。可是正确的资讯也要正确解读啊！投资者这么多。真正胜出的有几席？真正跟我们在一起的有很多啊，我的学生也很多啊。可是有时候他讲出来的话，我都不知道他是我的学生吗？说跟了20几年了，什么比一般人还一般人所以有时候也是，所以我们理财资讯就要改变更多人的未来，让大家成为富人。你不要管民主党、共和党什么党，谁当总统，那个都不重要。你自己是不是富人还穷人，决定一下就好了。大家不要为钱所困，这才是真的啦。你的家里过得好不好，才是真的啦。你爸爸妈妈过得好不好，还是真的啦。小孩子能不能带他去欧洲玩，才是真的啦。谁当总统有关系吗？好，我们往下一页。所以买美国指数基金，分批买还单批，当然这已经讲了，如何买进不是重点了，你爱怎么买就怎么买，只要你永远不卖就好了。不卖才是师傅啦，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叫会卖才是师傅，不卖才是师傅啊，才懂得什么叫资产。连资产都不懂，还要跟人家谈投资。
对不对？所以如何买不是重点，不卖才是师傅。最佳的买进方式就是有钱立即市价买进，这是最佳投资方式。没有了，我经过30-40年都证实这件事情了。你408立即买进有什么关系？2年而已啊，就创新高啦。有什么好担心的？好，往下一页。所以富有是正确投资哈，富有哈是正确投资加上等待与忍耐的礼物啊！你不要想说哦，轻轻松松就可以富有，没有，你还要加上等待跟忍耐。除了把钱投进去之外，你还要加上等待跟忍耐。虽然不难，可是这个路也不简单了。等待跟忍耐，我听过好多书哦。他们就说买进指数永远不卖，或者买进指数长期的难啊，这违反人性。是没错了，有点违反人性。可是你只有违反人性，在投资上才会成功。因为我们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嘛，那投资反过来，要趋害避利。就是说下跌是害，赶快追进去啊，懂了吗？那很多人又来了啊，你个股你追到变零了，你看又来了。我们是讲指数基金，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啊。如果讲这种话的人啊，会归零的啊，你就不要跟他讲话啊，没有谈话的空间。好，往下，什么不是好投资？那个阿文，你可以讲话就开麦哈。老师我可以了。哦，来，请说。是，有听到我的话吗？可以。阿文，你是不是在君悦跟我碰面那个阿文啊？可以在君悦跟 James 老师碰面，应该不是。哦，不是哦，好，那我认错人哈。阿文，你开麦。是，好，你说。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好了。那因为老师给了很多的guideline，其实那些guideline，我认为老师都是比我们走在10年、20年前走过的路，然后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的。那当下听到这个资讯的时候，觉得，人总是会假搞嘛。那我来分享一下经验，就是我从2020 COVID-19 3次垄断，不断的垄断的当中，我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你不敢买进，在那个恐惧的状态下，你要下手去买，买了以后再继续再跌，跌了以后再继续再买，不是普通人办得到，所以人一定会犯错。我所谓的犯错就是。你一定当下是想说，我做错了，我不应该在那一次买进的。你看，又下跌了。那在2021年俄乌战争，我都没有买哦。到俄乌战争的时候，我想说啊，这一次机会我应该再进去了。好，俄乌战争那一段期间不是要开打不开打啊？正式开打的时候，那时候跌得很凶。我想好，那垄断3次我没进去，俄乌总该要进去了嘛。好，进去了。我那时候就进去了，662买45块钱。那时候买了以后还继续跌哦，还有继续跌哦。那时候那个心中的魔鬼又出现了，我是不是又错了？老师不是跟我讲说这个就是买进啊？你看我好像是做错了，觉得自己很懊恼。好啦，俄乌战争之后，后面又中美半导体的禁令、科技战，纳斯达克就是那边起起伏伏，又上又下，上冲下起，上冲下起，你又给搞啦，你买进的时候又跑出来了。我最后买进的价钱662是买50出头吧，51、50，你要进进出出，其实包括里面757还有跑出来。那一段期间，其实那时候是有亏损的，但是我心中的核心思想还是相信老师讲的话，因为老师是站在很前面走过的路，告诉你路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你虽然很难想象，但是你照做，你能够慢慢摸索出一条路。虽然在那一条路当中，你肯定会做错的，你肯定会认为你买进的那当下，你会觉得你是买错了。可是这样一路走来，我现在盈利也大概也应该有20几%了，所以这一路走来会有很多心中的魔鬼告诉你这条路是错的，那其实是黑暗中黎明即将到来的那个迹象，所以要熬过那个。我觉得老师讲的是对，要做到，要克服人性，你从中一定会犯错，那你一定要从错误当中学习，包括3次的垄断、俄乌战争、半导体的禁令，每一次的下跌都是机会，都是机会。你不要怕，你买了以后还会再继续下跌，那个可能性我们经历过，那个可能性很大。买了几乎还会再跌，你都会觉得你做错，买了再跌，再做错，一直做错。可是我现在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看到，好像也不是错啊，那个应该是对啊，那个应该大买啊。可是，在恐惧的状况要你大买，我觉得要时间的去历练。我们走过这一轮之后，再下一次，反正现在每次世界的变动都对股市有一定的冲击，那个时候真的要下定决心，要跟老师讲的一样，你要勇敢的买进，然后一定要核心思想要认定你做的就是对的了，一定要有这种核心思想。那我的分享大概是这些。好，谢谢阿文哈。对，核心思想很重要了。可是就是说没关系，有时候做错了哈，学习我也没办法我也不会期望大家听一次之后，或者是看过我影片之后，就 perfect 了，就好像跟我一样30-40年的经历，这个泰山崩以前面不改色，不会，我也没希望大家就这样。可是，一点小错可以，可是错了要认错，对，老实讲只要任何操作都错，你看，我还自认为我很聪明，结果还是一样，市场会教训你的哈。所以呢，我可不可以回应一下这个现象？他这个现象Elvin 他现在是获利20几个%，这个还会再碰上，因为他这个是心理的状态的问题。那这个心理状态靠什么来解决呢？靠那些钱是你不要用的，你如果还有贷款，还有干什么的，你还是会再碰到，你还是会掉入同一个坑里头，这个是免不了。不然我们这个3年后如果有幸在这个房间还可以聊的话，因为这个很重要啊，这些钱是要你真的不在乎，不然你这种会跳不出来，而且会一直在那边轮。还有另一点就是说，当然这个题目是1亿元讲座啊，这个数字上看都没有问题，可是还是要依照个人你要放多少，因为这些数字都可以算出来的。你的能力是1个月放1000块，然后累积多少年后会有多少钱，这个都可以算出来的。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事情啊。我先回应那个Elvin的这个他碰到的这个状态啊，而且会一直在重复哦。对 ，Jimmy 讲的没有错了。有时候你经历过一次，你说下次可是下次再来，你可能还是会犯同样的心态，可能会做得比以前好，可是还是会有，就慢慢长进哈。那借钱这件事情会影响你的判断，没错所以我常常讲说，不是说你就运动馆就冲进去，没有，你要想腰斩再腰斩，你可以吗？好，再来，像刚刚那个 Tom 的说，他去直接6成，刚好是市场往上涨，所以他真的 lucky。如果像2022年的高点，他如果直加又借6成，他现在应该破产了，所以不可以这样做所以
一定要知道你在做的时候，虽然不见得来，可是你防空演习总要自己做一下。像Jimmy讲的，还会再来。那其实我以前教过大家，我常常在模拟市场跌8成，我一直在模拟防空演习，甚至这样子的时候，有时候我都还要坚定，要告诉自己，要催眠自己。你不是说你相信了就好了 ，no。当来的时候，你见到魔鬼的时候，你真的吓到魂飞魄散，所以一定要平常就要模拟了，要自己 exercise。实际上腰斩再腰斩，如果你现在的这样配置腰斩再腰斩，你会怎么样？想一下。虽然说不会让你说100%安全，等到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你会很顺畅的过关，可是至少你防空演习练过嘛，那会比较好啦。我不能说你一定会一帆风顺，不过还是比较好。这条路很长，而且你看我们这么简单的投资都要经到这样，我都不知道那些短线投资者怎么过日子的。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不懂得怕，谋事在人啊，没错，所以大家自己要思考，想清楚。老师，我再提一点就是我觉得下跌的那个恐惧啊，你要去怎么去克服？我觉得要去克服那个恐惧，要让你有动力再去按下那个买进的按钮。我觉得人是需要有底气的。什么叫做有底气？就是你要不怕那一个损失，你那一笔的损失，你不要把钱当作是钱在那边上上下下。那为什么你会不怕那个损失呢？那底气从来没来，就从你的收入来，你的主动，不管是你的主动收入、被动收入等等的，你都可以很自在的生活。股市里面的钱上下，反正以后就都会回来。要有那一股底气，你才有办法去克服那个恐惧。你才会认为说，股价下跌了，哇，便宜了，你还要再买进，你会有那个状态，会想要再买进的状态。因为如果再跌的话，那你就有底气嘛，你不在乎那个损失嘛。就很像我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一个朋友。那时候台积电在从200多块狂飙，一路300、400、500，然后再从600再下来。他跟我讲的，他跟我讲他买进那个张数，每一天上下都几百万台币。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一天几百万台币，哇，真的有钱人的这个心态跟他的，我们的确要去历练到他那个的状态，才有办法像老师讲的持久，然后能够变得有钱。对，大概是这样子。谢谢阿文啊。那个翁大叔啊讲的没错的哈，就是要靠自己，不是我讲就你们，我只是道可道了啊，非常道哦，道可道非常道，都要靠自己，那，我举个例子，像我就叫大家，就是有时候叫你们买，他就。我讲的好像等于没讲啊，对吧？有的人在低点就叫他不要卖，他就说不行了，我一定要卖，我不行了，拉着他不要卖，所以那个 Howard Mark 讲啊，市场涨到高点叫他不要买很难，高点叫他不要买很难，叫他卖那更难。一样低点我们不卖，所以那个低点叫你不要卖很难，叫你低点买进去更难这就艾文讲的，就是说我们难就难在于低点很恐惧的时候，叫你不要卖很难。有些人真的拉不住，我教投资这么久，有的人真的是拉不住啊，
叫他不要卖，他还是真的没办法，没办法。你们去看那个熔断那个时候，熔断那个时候我们的影片你们就知道我们那时候在讲什么。好，我们继续什么不是好投资这里就讲了，就是保险不是好投资，房子不是好投资，长期债券不是好投资不动产债券不是好投资。不懂为什么房子不是好投资的，我刚刚看到有人留言，那你就是新来的朋友，欢迎你你去看我们过去的影片，我们的频道里面光谈房子已经谈到都烂掉了很多人可能都听烦了，怎么老师又在谈房子，又要谈房子了所以我就想不要再谈房子了你们自己去看，那个资料多得不得了。真正好的投资就是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其他的都比不上不是说它不会回报，好像房子会不会涨？会啊，有没有回报？有啊，可是会比纳斯达克100指数好吗？不会啊。这个我们都已经讲过好多次，也计算过了，已经计算到烂掉了所以唯一的就是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加上你的现金部位，你可以放在定存放在储蓄账户放在活期存款都可以，然后买货币基金也可以那个倒不是，那都不重要，不是为了获利，就是一个 parking 那你要投资，就是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没了也不要问个股，也不要问什么什么什么，还写一些我不懂的，我看不懂的 symbol， 那不用了好，Jason 来，你开麦，你可以讲话。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不是我跟你这个说我要开始这个传递你的课程嘛？然后现在年底了，跟你汇报一下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的不乐观。我上周的时候我点对点问了几个人，一个是当时是买了一点进去，然后涨了10%就卖掉了，正常。对，就当时的时候是你已经告诉大家已经进入了上涨通道了，然后就是有2个人是涨了10%就卖了，还有的呢就是还有一个原来他设了个定投，但是设到了一半呢，后来可能又改了，又没买了，可能也买不下去了，就设了定投也没用，就是他可能半年之后看一直涨，后来就把定投给取消掉了，就感觉太高了，他买不下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原来有一些 A 股的一些股票，它这个可能转不过来，就是这个动作比较难做，然后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叫全一次立即马上买入，这个动作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这些新的人都会经过这个原来我们犯过的错误，再走上这条路，还是有什么办法让大家能够很快速的能够把这个给学会了？Jason， 谢谢你的问题这个就是我讲的，也就是说。高也不买，涨也不买，跌也不买，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你看，涨不买，涨那么高了不要买，跌那么多了，不知道还会再跌，不要买涨也不买，跌也不买。我说你还要做投资吗？请问你要不要做投资？所以高也不买，跌也不买，横盘也不买，不知道什么买，不买就不要谈投资没有买怎么会有投资这件事？没有好，这个很正常，这是一般人不懂。好，说他不懂嘛，还懂，因为有自我。就是说，人之所以有大患者，因无有生，因为他太自我了。他怎么说那个很高？什么叫高？什么叫低？如果今天上过课的人就知道 ，always 都是低，都是低。还有什么人做得到？有人做得到。我不是举个例子吗？有一个人，他说他从来，他说老师我要去投资，我说好啊，那你去开户。我不会开户我说你不会开户，那你总会领钱吧？老师我不会领钱。我说那你加油会不会？老师我也不会加油你在美国你不会加油，你不会领钱，你怎么活的？他说我老公都帮我加好油，而且我老公会领钱现金给我。哇，
那他说，我说啊你怎么投资？我老公说要拨一笔钱，我说要投资，他拨一笔钱给我，我要去开户。我说好，那你就去找俏嫂开户。那他开完户了，突然间来找我，老师，他们不帮我买，他们不帮我买。我说为什么？他们叫我要自己上网买。我说，对啊，要上网买，你不会吗？我不会。那个券商柜台也不帮你下单啊。后来他在柜台，我说，那你看柜台有没有人要你填个单子，看能不能填单子哈，买单，像台湾那种填单买单啊，让他去。后来闹到那个经理啊从里面出来啊，就经理把他带到房间去，经理帮他下单。那个人赚最多，为什么？他不会卖，买了之后不会卖。所以呢，谁赚最多？无知赚最多。我说一个账户，什么账户赚最多？就是说人死了没人知道，还有就是那个账户有家产纠纷的，还有什么？还有自己把账户都忘记了。有的人呢，就是有401k 啦或者什么工作换了，他忘记了，就那些账户赚最多。所以做到无感无知才赚最多了。所以。对 ，Jason 难了，可是鹦鹉有声啊。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说，而且那个越厉害的，就是所谓越厉害，就是说在市场越久的人，我们越难教，越难沟通，没办法啊。如果能够很厉害，又能够转到我们这里的，通常是见过世面了，或者是受过伤了。我说没有碰到极大的困难是没有学习啦，没有极大的困难是没有极大的学习，所以各种人都有，可是Jason是有啦，不多啊，就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了啊，我相信他就买啊，就像 Mike 讲的说，当一个师傅拿一个笔给你的时候，你问为什么，你不要问，你就拿去就好了，这是最高段，也是很不错的。那不然你就问清楚，自己搞到懂，那个路就很，那个路就很难了啦，那个路就很难了哈，这个路就很难。等一下哈，我要处理一个事情，那个路很难的哈。等一下哈，好，所以各种人都有了，各种都有。可是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不容易，不过我都在哦。我既然 commit 我都在，不知道能不能帮到多少，我也不知道。不过就是说 ，I do my best ，You ask, I will answer。你问我一定答。可是你不要问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我叫你不要问了，你就不要问，我也不知道。好，我们往下一页，我们应该快结束了吧？我看一下，36页，现在快结束了。再来就是值得读的书了。我们书单我们就是有书单，那很多人有时候会问，那我就是这个书单给大家那我把这个连结给大家。这个 Facebook 里面有些书好像绝版了，没关系啦，能够买到能够看到的就看吧，买不到的就算了。所以有些书我都绝版了，我的书有些都绝版了。还有就是我们频道有声书我现在都还在听，我每天睡觉都在听我现在每天睡觉都在，而且我还在学，所以那你说听都听过了还在听，其实我们潜意识很厉害，你在听过的东西，你在听就会得到不同的 answer 跟不同的体悟，所以我一直听。同样的 How Man， 有时候听到最后他下一句要讲什么我都知道，听到这种地步啊。可是没关系，我就是这样，跟我考大学联考一样，我把大学联考我所有的书本都涂黑了，我都可以知道怎么念下去了。这个就是我准备大学联考的方式，我投资也是这样。所以还有一个值得听的书，我好像在留言都留了你们可以去听
最后一章了哈，也是最重要的一章哦。这一章懂了，其他的应该就99% 都好了。再来这一章跟前面那个 slow 那个讲好，就是说有钱就买进纳斯达克指数100哈，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这个只买不卖这个不卖就没有税，就永远不用缴税，没有资本利得，借钱过日子永远不用还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当不动产，世世代代都不卖。现在的100万就是200万亿你就天天这样念。再来就是投资要禅定，市场震荡跟我没关系，国际局势跟我没关系，市场分析跟我没关系财务报表不用看，我们投资指数哪有财务报表？经济局势没关系，经济局势有什么关系？升息降息没有关系还没降息，市场已经涨翻天了，还什么？所有的一切跟我没关系，无视市场声色起伏，一切都跟我们没关系。所以你要练到你可以看到你有100万亿的眼光，这个要练00450那个就是教你们怎么练那个100万亿的、200万亿的眼光。它就是会来啊！我资产永远不要动，它就是会来啊！就是为了1亿不对，5亿不对，10亿不对，100亿太少，因为你都不动啊，你都不会花到那个钱，那个让你60年还不够上亿吗？100亿都有可能所以大家都很有钱，只要你们懂。所以为什么富有是天赋？我们这堂课就是让你有钱。假设你这堂课听完了，你给我看到200万亿的钱，那就对了。如果你看不到200万亿的钱，那你就要再听我们这个影片。我们所有的影片慢慢听，你会看到200万亿，还太少太少。对。我们是让钱努力工作，我们不是让自己努力工作。我已经20几年没工作，没有上班了，只是越过越好，生活越过越好，越快乐。工作需要吗？不需要，不需要。当你能够看到200万亿的时候，你会觉得工作薪水算什么？对不对？可是要有那个眼光要有那个眼光，还有要执行听到、知道、了解、相信，执行、坚信、忍耐、信仰。你要达到信仰之后，你就豁然开朗当然这要训练也不是说那么简单就达到。不过你如果一次完全无知就达到，那恭喜你，就是有慧根，有慧根。好，我想我们的课到这里到一个程度，任何人要发言的可以举手发言，或是 moderator 有没有人要发言的？老师，我想要讲一下。好，就是老师有说我是那个为达目的不走，不得头上踏不走的人。我想要说的是，因为我真的很能够理解，现在常常看到那种社会新闻，受虐儿或者是就是爸爸带着孩子一起自杀那种新闻。对，其实我是很有感觉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经历过这些日子，在我很小就是还没有上学之前，我爸爸会因为很多的小事，把我这样子就是衣服脱光吊起来打，然后我妈还会用那个面粉袋帮我装起来带出去丢掉，这样子，这种事情就是在我们家，就是在我身上是发生过很多次的。对。然后其实小时候我不懂是为什么，然后慢慢长大，我真的觉得说，这就是很穷的人的轮回。对，真的很惨。所以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都蛮难过的，就觉得说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学习，然后如果可以有机会救别人，我也想要这样做。对。那所以老师很凶没有关系，我只要能够学到东西就可以。对，真的。对，老师说。没问题，你说。
其实我有点忘记我到底主旨想要讲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说可以翻转的人生，对，真的就是掌握在自己手上，你想不想翻转，你想不想要这样做？对。呀，我想我讲的举个例子可能不是那么恰当，可是当然我举例子有时候讲的话会比较 strong， 因为要加深大家印象。我所谓的说不择手段，就是很认真的，真的是认真。因为我要看你认不认真啊，你如果都不认真，我为什么要教你？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以前我们在课堂或者说我是很凶的了，我是很凶的。我脾气很不好的那个谁，那个有一个 Peter 还是什么，听完之后他就知道这 James 的脾气不好。对啊，我脾气不好，可是因为来 Clubhouse 让我也慢慢磨练，我就慢慢学，不要那么样冲动。我们不是千手观音啦，所以有时候我也知道，我们有时候想做也做不来。所以为什么说钱？当然是要越多越好啊！你光一个你要拯救受虐儿，你要多少钱你就算一算嘛，要多少钱算一算嘛。还有就是你要让年轻人生小孩，假设今天一出生就给2等兵的薪水3万，上小学就给上兵的薪水。5、6年级就给下士的薪水，初中就给中士的薪水，高中就给上士的薪水，大学就给少尉的薪水。政府应该这样做啊，国安嘛，国安问题嘛，国安嘛。那国安问题当然花的钱 budget 的编列预算要比国防预算还多啊，不然怎么叫国安？只会喊国安有什么用？所以钱真的是问题了，而且你如果有大志向，你会发现要像美国这么有钱才有办法解决了，不然每个国家的财政都不足了，都不足。那如果好好用还可以，问题是很多政府都不好好用啊，美国政府也不好好用啊。对啊，美国这种是财大气粗啊，不好好用还可以啦，就是说反正这个只要10% 有效也就还可以了。问题是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财政支出10% 有效是很惨的啦，很惨的。所以很多问题都没办法解决，所以我们要我们也没办法接受这么多苦难，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就是我们不是千手观音啊。不是千手观音的，所以我为什么教投资？这个是我唯一能做的啦。你救一个人有用吗？没办法，见一个救一个，救不完了，救不完了，太多了，这社会上太多了，太多了，救不完了。我们只有用教育了，教育，而且教大家能够跳脱贫穷的阶级，是可以跳脱的啊。我不是就这样跳脱了吗？对不对 ？CAD 也是这样跳脱了，都可以跳脱的。你只要懂、知道、愿意，可以的哈。所以我就是为什么要教大家要跳脱贫穷阶级，要教大家是贫穷跟富有是2个阶级。那你为什么你会是贫穷？为什么阶级没轮回？为什么？因为不懂，父母也没教，社会也故意不让你知道，让你一直在那个阶级留着最好。那我们教就是要打破这个阶级，让大家都很公平。资本主义是一个公平的主义，可是你要知道，就好像人生而平等，你要知道。你如果不知道，那你被人家欺负，被人家变成2等公民，你还认为是正常，那就是不对嘛。那你如果认为我们家贫穷就是正常，那是不对的，不对的哦。所以我们的教育，我常常讲，路漫漫长路了哦。那你们都是
很棒的人，如果愿意像 Jason 愿意教，可是也很难嘛，也很难。你看我一路走来20年了，可是 do our best，do our best，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谢谢 Cat， 有没有还有其他人要分享吗？还有，我也觉得免费教投资这件事情很棒，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很想要学，可是那个坊间的课就都很贵，然后可是也教的不如何，还要先花一笔钱，这个钱直接进市场可能会赚更多。对。然后我也是因为觉得，譬如说你有学了别的门派，然后别的老师要收钱，那你就会跟着要收钱。可是老师不收钱，我也可以不收钱，也可以赚很多。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要的状态。对，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对，谢谢老师。Cat 跟我对话，我们讲过，就是说免费赚最多了，免费赚最多，要了解这句话，免费的赚最多，免费的赚最多。我会这样成长，其实是因为你们啊，因为有你们，我一定要成长啊！也谢谢你们，也让我成长，因为我碰到太多人了，也碰到你们啊！你们给我的问题，或很多人给我的资讯，让我思考。因为我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会把他们的问题丢给我，那我要回答，要思考，这就是我成长的动力。这也是免费赚最多了。你如果不免费，每次问一次要$100，你就没有成长啊！你怎么成长？不会成长啊，对不对？那这个人不会成长的，免费赚最多，免费赚最多。那还有就是要缴费的投资教育不要去上，通常效果不好。如果那个人那么厉害，他为什么还要收费呢？我都搞不懂。如果他这么有钱，他应该免费啊，因为他在市场可以赚到好几万亿，为什么还要收费？我就搞不懂，这个很简单我说一下在2000年那个时候啊，2000年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 Rich Dad Poor Dad。那这些人呢，都是破产了，他从书本上赚钱的，然后你会看他是会 file bankruptcy， 但是他也会很有钱，但是他可以 file bankruptcy， 这个不晓得是为什么，但是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好像很多。另外就是说，其实老师在讲这些东西啊，很多人听不进去，的确是很多人听不进去。那我们要想的问题其实听不进去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通常这听不进去就是你的耳根啊，你的耳朵听不进去啊，你的心跑不到你的心啊，你的心是充满各式各样的知识啊，所以听不进去。哪有的1亿元？因为他没有认识从投资上赚到1亿元的，所以听不进去。所以你的生命空间很大的人。那个叫什么？可是刚刚老师讲的慧根，没有慧根没有关系问题是不用知道，因为这一件事情，老师在教这件事情不用知道的，你只要会做慧根就好了。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那为什么会神奇？因为这种东西就跟老师在讲的正言若反是一样的。那你一不小心觉得好像就一定可以赚，那一进去的时候，你的所谓的生命空间不够大，有些话听不进去，又听不到细节，你也会很挣扎的，很挣扎。这个一定人要用生活的经验，所以你听到这个方法，假设说你有100万，你一定要最少拿个5万块试试看，就丢进去不要动，然后过了3年，等到你看到成绩你就好像我们去念书嘛。那你又不用功的念书，一旦你用功念书之后有成绩之后那它会改变你的心思。老师讲的你会听，你要一开始考试都考不好，我跟你讲，你也不会听老师的啦，
一定不会，一定要自己看到自己的成绩，因为那是你的，那是你的。那一种像刚刚听到那个例子是说，他不知道怎么用，那钱不是他的，可是这钱是人家给他的，他也不需要去赚，他就是命这么好，有办法拿到这些钱就放进去，那一种赚的最多，命好的人赚最多，命不好还要去想说怎么赚的，赚不到，对不起。很多情形就是这种例子啊，人生的经验就是这样子，所以的确是有很多学员哈，人家听到了，一开始老师也讲过嘛，那房间都是骗子，有没有可能？有啊，这是事实上发生的。那我一直在想说，那些人怎么会听不进去？怎么可能？那我也试图去了解啊，的确是会蛮难的。会蛮难的，那我还在想办法，所以还在想说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这些人。那事实上这真的也很难，也很难。所以说真的是不是千手观音，你就有一个就收一个，那就很棒了。你每天生活就很高兴了，这也很好，我觉得很好。谢谢 Jimmy 这个如果大家都 buy in 这个不笑不以为道了，没有人取笑我们的话，我们真的要怀疑自己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大部分都不相信是正常，是的。那个 Sean 你要开麦吗？喂，你好，老师你好，这是我听老师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发言哈，那我先感谢一下老师跟所有的 moderator。那其实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对这个指数型投资的这个一个感想跟分享一下。我的背景是一个在台湾的中小企业，然后就其实我也一直在，就是当初听到老师的时候，我其实就真的是就像老师讲的，有股那种冲动被打到。然后，但是其中固有的原因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说这一个方向是一定是对的。但是这一段过程中，我就一直在思考，那为什么大家都一直要去想说这个指数型基金的这个部分的投资，打死不卖，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讲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我的背景就是一个中小企业，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的一个能力不足，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到海外去做一个设厂，那就是只是留在一个台湾的一个这部分，然后经营着，慢慢的除了利润被侵蚀，加上说其实也慢慢的会成为一种富二代，就是政府的富。那我也一直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人在中小企业上，或者是其实在台湾的一些年轻人会赚不到钱，甚至说为什么我的父亲他们那个年代早期发展这个时候，他们是可以赚得到钱的。那我一直在不断的思考这个事情。那在这段时间，我是自己有一个感想啊，我就是说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最近一听，我觉得好像也没人去讲到这一个观点，那可能如果有的话提出来，看大家是否能就对这个东西有一点感想。我那时候 challenge 我的父亲跟一些在中小企业其他一些长辈一个老板，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可以赚到钱？然后他们当然就是很自负的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很苦啊，我们都要很拼啊，然后每一周上6天啊，然后每一天都到很晚才能下班啊，那你们现在年轻人可以吗？我那内心里想就是说，其实我并不是说我不能吃苦，但是我就算我再怎么拼，在台湾再怎么拼，我还是没办法像你们一样可以赚到你们当初的这个财富。那我 challenge 他们，我说后来我想通了一些事情，那我就说就只有简单的4个字，为什么你们可以赚得到钱？就是你们只是顺势而为。当初台湾在经济起飞的时候，你们不管做什么，你们很容易得到你们的人生的财富。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工厂不在台湾，工厂在世界各地。那我为什么讲说这4个字顺势而为？后来我就一直去钻研、去思考、去思想，说为什么我们指数型投资可以符合叫做顺势而为？因为我后来就想说，其实我们大部分大家的人都是人手一只 iPhone，
然后去买东西就在 Costco， 然后 AI 大家都要去应用，然后 Shopping 就是在一个 Amazon， 所以我就发现到说这些公司就是我们这世界上所谓的这个事。那我其实真的也不知道说未来的事会变成是怎么样，有可能会变化，但是我没有那么聪明，但是我相信有很多聪明人会去创造这个事，然后只是顺着这个事，然后顺势而为，待在这个事里头，然后我觉得说这个就可以让我有一个比较，就像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打死不卖，然后像老师讲的永续，然后可以得到这个资本的这部分的一个财富上的成长。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那时候敲铃局，我那些长辈们，他们自己听到这个顺势而为这4个字，他们自己沉思一下，想了一下，然后说也是对，也是对。可是后来发现，他说很有趣的是说，就算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然后我帮他们推荐说买这个东西，他们其实也下不了手。那当然说，第一个是有不熟悉，第二个是也不会去真正说，因为中小企业在台湾其实蛮多的长辈，他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那他们只有知道说他用劳力，所以他们当初的劳力付出得到一个财富。有一些人变得很致富，那有一些人变得很保守。那但是对于说整个世界上的改变，整个世界上的一个趋势变化，他们会没有办法去得知。那当我还是给他们这讯息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还是没有办法这么容易就可以接受，甚至也做不到说真的就是好把他们毕生目前现在可能有的财富，然后 all in 进去。那这个东西的的确确啦，还是可能就是每个人接受度不一样嘛。但是这只是说这个整个过程中，我后来自己思考一下，就是其实就简单4个字，就是顺势而为而已啊。大概就是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跟分享而已。谢谢Sean哈，Sean讲得很好哈，我等一下再补充一下Sean讲的哈。那个留言那个牛奶心哈，谢谢你哈。那个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哈，的确我有这种感觉哦，谢谢你，这句话很切实际。这个 Elvin 讲说台湾很勤劳了，企业结构哦大的很大，这也是对哦，对好。我跟大家讲哦，就是说资本主义哈。它是有一个邪恶的部分啊，邪恶的部分，公平公正可是邪恶。那你要懂，你才能够不受伤害。我先讲，就是说，任何的财富改变都是一种转型。那Sean讲的可能是顺势，其实就是一种转型。转型利益，懂了哈？转型利益，任何转型哈，都是一种利益。你要看得到那个转型，像不见了哦，你要看得到那个转型。那在资本主义里面的所谓转型就是什么？就是破坏式创造了，就是典范转移了。所以在资本主义里面，你要看到典范转移。什么叫典范转移？那古时候台湾早期的时候，他在做一个转型，他在做一个这个转型的财富的时候，那个时候很简单哦，这个农田变工厂，家庭变工厂，它就很简单，大家都容易做，因为养个鱼，家里买个纺织机哦，像我妈妈在家里就弄个2-3台裁缝机，就可以转型，就获利了。以前是一无所获，后来就自己在家变工厂每天做到11点其实赚的还蛮多的，在那个时候。所以转型是转型利益，大家在投资里面要注意转型利益。那以前在农业时代或轻工业时代，那个转型利益比较容易你开个面店，开个这个小店开个以前台湾最多的就是贸易商，那个就转型利益了，转型利益。那可是越来越大，你知道大公司，资本主义大公司大者恒大的时候，当
沃尔玛、拼多多、Amazon 东西这么便宜、这么方便的时候，有时候不见得便宜，可是方便。你的街头邻居的小店怎么活？很难。那你说现在以前在台湾自己开一个服装店、舶来品店，就可以转型利益了。现在哪有？不行啊，都倒了。所以第一个我们投资的要注意，就是像讲的顺势而为，就是要注意转型利益。转型利益要知道转型利益。那个 Canberra 有上来吗？没有上来。我可以回应一下刚刚这个像那个问题啊。好。我刚听了像刚的分享啊，我倒有一个想法，因为它这个问题是一个大跟小的问题，它的父执辈赚很多，这个多跟少的问题，大跟小，它的很多跟第二代的多少又不一样了，那个会物价会膨胀啊什么，那情形会改变的。可是第一代的人，他的感觉这样已经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钱啊，你只要有个100万就不得了了。现在看你没有1000万，就好像不是那个样子了。所以还要去了解说到底是什么。顺势是大家都顺势了，因为这个环境里面大家赚什么钱可能都固定的。你上班，有些人上班也很好啊，他就是干到 CEO 的，像曹兴诚，这钱都是别人赚给他的，绝对不是靠自己赚的，靠自己赚的就是一个人的力量，那不够了，不够了。就像我们现在在赚你看1万块赚到10万块，很多了，对不对？10倍，对不对？可是你有10万块到100万也是10倍啊，可是那个所谓的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如果跟一个从1万块到10万块，他也赚10倍，他觉得很多。可是你的赚10倍啊，你的底不一样的时候，那是完全会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最近在研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大等于小？如果他们的大跟我们来看，我们会变成小的。所以你那个层次不一样的时候，你会看到的东西完全会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会难，就难在这里。以上。好，谢谢 Jimmy。其实世界在改变了，所以我们以前的长辈买房子赚钱，现在不是了啦。现在不一样了。我不是以前真的是买房子赚钱，现在不是了。那个叫转型，在那个时候顺势，那个时候买房子对，现在买房子不对。可是如果那个钱能够是投资的话，那你看我爸爸花了这个1000万搞一个别墅，现在能不能卖3000万都不知道嘞。快40年了，35年了。可是那个1000万如果是投资的话，那现在加2个零，10亿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不是以前对的，现在就对这要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去 challenge 那你要知道顺势，就是说以前买房子是对，房地产投资像中国过去20年、30年绝对对，现在呢惨兮兮了，对不对？那不是说中国特例，没有。这是每个国家都一样的，经过房地产金融风暴是每个国家都有的，台湾也经历过，所以不要觉得每个国家能够，就好像我们从小到大就要就是会得到这个什么病啊，什么病啊，这个都会的。这个一个国家发展就是自然会有这个，那个不足为奇，那就看政府怎么来处理。让他能够度过登大人嘛就是转大人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就是说一关一关，你要观察这个事有没有在转变。比如说现在的以前投资可能投资道琼是对的，后来呢投资 SPY 是对的，现在投资纳斯达克是对的，这事在转变了。如果搞不懂的还在投资道琼的人，那他回报率就低嘛。就好像有人死守在房地产的人，现在就惨了嘛。
一样，所以要懂得试，要转。那秀你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其实之前其实也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其实我都觉得说，像坊间这么多的投资标的物，但老师却选择到 QQQ，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中间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智慧才能去选择，要不然其实像坊间来讲，可能就是会用 S&P 500会更稳定的。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对刚刚 Jimmy 所讲的一些，其实我自己有时候我一直在思考啦，其实我自己有一个人生的一个观念嘛，还是怎样？其实我都觉得有时候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就像老师刚刚讲说，德国其实从工业发展之后，大家就一直教小朋友去做一个劳工。那像我们现在下一代，有时候我要去教小朋友去做一个大家在讲的这种所谓的要有一个思考能力。但是我后来发现到说，其实他们太难了，因为我们都是时代产物，而这时代产物说教育上来讲，全部都是填鸭式，然后我们的大脑只是在接收讯息，并没有去做一个自主的一个思考。所以，而且再加上说，当他们现在要出去外面找资讯的时候，所有的资讯都是一样的，讲的都是一样的。而当一样的时候，大家认为是正确的，但是真的无法去思考说，他这样讲到底有没有道理？其实我想要像我有跟我们有时候下一代去讲的时候是说，你只要自主思考，哪怕你思考的是对与错都没关系，但是你又慢慢修正，但是真的不要认为说坊间所用 Google 所查到的一些资料那就是正确的。所以时代的产物下，有时候我会自己思考说，到底是时代创造 Apple 还是 Apple 创造时代？那这些我真的后来我也觉得说，这个两者我也不知道了。可是我知道说，一定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会不是说不满于现况，而是他们想要做一些创造，对世界有一些改变。当他们只要成功了，他们这个事就造成了。但是当他们不成功了，很多东西也都倒了，也很多。所以其实我也是觉得说，对我最后来讲，我就最后我很坚信说，其实 QQ 只是投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道路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会说服我自己说，其实真的会有一些。这些很厉害，这些公司、这些 CEO 他们经营，然后他们创造这个事，然后只是搭上这个船，就像老师所讲的，搭上这个列车，然后永远不要下车。即使说今天这个事改变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创造这个事，一定是有其他的，像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然后这种以 idea 去创造出来这个整个为人类造福的这个科技或软体。那只要搭上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其实大家财富就像老师所讲的，其实真的是一个天赋，不用去做一个强求。那大概就是补充这样而已。谢谢老师。谢谢秀哈。来，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有些土地就是长不出不一样的东西啦，所以这是环境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创造性这么强？他们真的创造性很强。我在美国待了30几年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他们这个制度就是让你很自由发挥，没有，甚至法律都很难限制你不能做什么。假设你是对人类有益的话，像伊隆，他就一直冲。当他们这个美国政府，美国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不会去阻挡一个企业发展。要改的是政府，不是企业。这个让我非常 surprise。美国政府是在服务百姓跟企业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你要知道美国基于或者其他的在海外的标案，如果没有标到，美国政府会出面的。他们才不管什么公平正义，在国际上，美国的利益为先，这个是对的。那川普讲嘛，每个国家都要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啊，这还有错吗？当然是对啊。
所以大家不要一厢情愿的以为像中国或者是我们传统思想，你对人家好，人家会对你好。No， 你要对自己好哦。还有就是我说台湾有些东西，像台湾啦中国或者有些国家长不出来什么东西，有些东西是长不出来的。我在科技业做这么久，我怎么都不知道。全世界我跟你讲，第一个做出 iPad 的是我了，至少能 demo 的、能 present 的是我。那时候 Apple 都还不知道在哪里的 iPad Video， 我不知道它内部有没有了。那时候 Intel 说要来投资我，我说不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土地长不起来，因为你要用 iPad Video， 你的 Video 怎么来？那时候 YouTube 你要Acer 要买 YouTube 买得下来吗？整个 Acer 都被买掉了，还想要买别人？你的影音平台8大行业，你怎么 license？ 像 Amazon 可以把人家那个所有 license 电影都买下来，我们有办法吗？没有办法了，我们是很小咖，所以有些产业没办法做。还有就是制度的问题，网络银行，美国的都是做 IT 的人在开网络银行啊 ，SQ、PayPal 都是 engineer 开银行啊，台湾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都有很多。其实还有就是传统的教育啦，没办法创造，所以我说从我们这一代，当然不是没办法改变了，有时候真的没办法改变。这个酱缸文化没办法改变，可是你们对小孩子不要给答案，不要只是这样做那样做 ，no answer。我女儿就是说，爸爸，我每次给你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对啊，为什么我要给你答案？我不会有答案的，所以小孩子问我都不会有答案的。You make your own decision, you take your own responsibility。没了。这个是我们要教育小孩的，美国人也是这样子啊。你说自生自灭也好，对，可是这样才长得好。家花客户出去就死了，你只要一天端出去阳台死了，可是你只要在阳台一直种，不会死。为什么？要经过淬炼，要经过淬炼。好啊，谢谢大家了哈，我想我们今天应该也花了7、8快4个小时了哦，这也是我们最长的一堂课，第一堂课最长的。好，我想应该先到此为止。那个 Cat， 你要不要 ending 一下，我们就可以了。好哦，今天真的很开心，就是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有这一堂课。那祝福大家2024会更好，一定更好。然后我们就一起手牵手的继续往下走下去。然后就是谢谢老师继续陪伴我们，这很重要。那谢谢大家。那这个礼拜就是今天晚上的 Clubhouse 是休息的，下个礼拜再见喽。对，那谢谢文嫣哈，文嫣帮忙在中国的平台哈，那也是蛮辛苦，大家那个。那反正因为我们都是义工嘛，所以都很棒。好 ，Cat， 我们可以结束哈。好哦，谢谢大家。那第一次上来的朋友可以点老师的头像加入老师，以后开课的话 ，Clubhouse 就可以通知大家。那我也谢谢文嫣，永远是我们的最佳主持人，谢谢 Donna， 谢谢大家，谢谢哈，好，拜拜。